你好，我的朋友，你看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这么久了，今天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我去上过的一个课程。我知道这个听上去很奇怪，然后我已经好久没有给你发消息了，但是不要担心 ，OK， 我真的觉得这个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我上了这个课程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开始发现我以前做的那些种种行为有多么的不对，然后现在呢，我完成了一个蜕变，甚至上个星期我还和那一个我一直没有联系过的母亲打了一通电话，我说我爱她。然后现在我们的关系十分好，我觉得如果你这一周四有时间的话，你和我一起去这个嘉宾讲座去看一看，对你的人生也有好处。真的，什么？你想知道里面到底是关于什么？所以有点过头的人冒犯你，什么意思啦？啊，你问我就回答。先不用问你什么意思嘛？你问我回答我，你呛屁啊你！很简单呢，就是关于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想知道里面的流程是什么？你到底哪个字听不懂啊你？OK， 好了吗？还没呀。这个我不太能说，这是一个体验课程。体验课程顾名思义，那就是你必须要体验，你才能有一些结果。如果我告诉你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肯定会毁掉你的体验，难道不是吗？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这周四和我一起来，这个真的能改变你的人生，就像它可以改变我的人生一样。这些就是那一些很多参加心灵课程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说的话。没有错，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论身心灵课程。那么我花了我自己2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庞大非常多。我读了非常多的书，我读了10分多的文献，我甚至还找到了一些心理学博士专门研究这个议题的，然后和他们也有了沟通。同时我自己也和这些课程的参与者交流了差不多10个小时以上。然后让我告诉你，这些身心灵课程远比你们想象的要糟糕的太多，而这一个行业也远比你想象的要久远很多。你知道吗？说来也十分搞笑。这个议题之所以在 YouTube 中文圈上面被讨论，是因为这一个蜜月期泡泡的这一个影片。蜜月期泡泡以前是重量级这一个情侣 YouTube 上面的一个人，佳宁和 Andy。之后呢，很明显他们2个人是分手了，佳宁就自己单飞出了这一期影片，介绍自己的新频道。但是在这个新视频里面呢，他看上去十分的古怪，然后很多观众看到这个影片觉得，哇，佳宁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影片你看上去太不正常了。随即就有很多网友去找出了他以前上心灵课程的那些贴文证据。之后这一个事情就引起了互联网上面十分大的轰动，所有人都在分析佳宁那个影片里面的肢体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上的这些心灵课程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有很多人讨论佳宁上的这个心灵课程 ASK 新动力，很多人分享他们自己的体验，比如说他们的朋友也拉他们去上这些课，然后这些朋友在拉他们上课的时候呢，非常的古怪，甚至他们这些朋友还会 offer 他们给他们借钱，让他们去上这些课。还有很多人说，自从他们的朋友上了这个课程以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们觉得他们以前的那个朋友就再也不见了。他们有让我觉得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当初会有点假正向，我认为我跟石头有被你们教育到说，真的有一点点内心创伤。很多上完这些课的人很明显变成了那种十分假正能量的那一些人，每天爱世界，每天很大爱，但是很明显上课之前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网友找到了其他 influencer 上这个课的证据，比如说展瑞，还有等等等等很多其他的网红。而这一个事情一曝光，很明显让很多人急了。其中一个就是展瑞，他不仅在自己的频道上面发表了自己对于心灵课程的看法，他还上了其他人的频道，甚至还联系志祺七七，告诉他想要上他的节目，也去探讨这个心灵课程。那么展瑞上了这些节目，探讨了自己的上心灵课程的经验之后呢，很多网友十分的不买账，因为他们觉得展瑞在那些视频里面所展现的那些观点都十分的避重就轻，看上去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很少提到这个课程里面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每一天的流程到底是什么，然后总能把这个话题引到最后说，你知道吗？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没有一个感觉是我被洗脑，我上这个课的体验对我来说，总体来说是正面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blah blah blah 一大堆。我只针对我的责任，我觉得我自己上完这个课程，我有我的收获，是，然后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感觉叫做，我被洗脑了，
我做错选择，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对，所以很多人就质疑展瑞他是不是还深陷其中？你知道吗？展瑞这一些言论，在我研究了这个议题2个月之后，还是让我感到十分的气愤。我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心灵课程里面，然后如果你到最后相信了这一套心灵课程里面的小哲理，你喜欢你的战友，你喜欢里面的一切，你觉得这个让你改变了，等等等等，那个不是你的错。这个心灵课程是怎么让展瑞这一些人相信他们的？这个我们之后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一些最主要的是这一些课程的责任，这些课程利用了一些心理学的手法，让这一些人深陷其中。但是我看不顺眼的是展瑞这一种人出来，嘴上说着他们要说这些议题，让这个事情更透明，让更多人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却显而易见的避开那一些如果你上了这个课之后很明显会看到的那一些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展瑞在这一些影片里面不去多多讲讲，在这个课程的第2阶段里面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不说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你作为一个学员，你都不能去上厕所，然后如果你要去上厕所的话，你就会被导师骂，而他们的骂不仅仅只是骂而已，他们把这个叫做是开工，开工就是他们要去挖出你童年你自己心灵最脆弱的那一些点，然后疯狂攻击这一些事情，直到你哭出来，直到你情绪崩溃。为什么展瑞不多说说这个课的第3阶段到底是在做什么？比如说第3阶段其实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你去拉更多的人进这个课程，然后大多数上第3阶段的人，他们在上课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环节是关于这个。为什么他不说说在这第3阶段，如果你拉不到人的话，有一些学员他们会被找到自己家门口，自己公司门口，被其他学员质问，为什么你这个月拉不到人？为什么你承诺你要拉到这个海星，你没有拉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看来，这个不仅仅是展瑞他深陷其中，所以他觉得这个课程在某一方面对他还是有帮助。在我看来，这是他知道这些话说出来的话，大众普通人会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让我觉得最讽刺的是，展瑞在这几期视频里面总是说，我觉得这个课程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不够透明。但是为什么当别人给了你一共差不多90多分钟的时间，你却说不出来这个课程每一天它的流程是什么，它到底在做什么？让我觉得最气愤的就是这些影片一共有100-200万播放数，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些分享以后可能会说，你知道吗？这个课程展瑞说的好像是每个人体验不一样，那么我可能是一个内心比较坚强的人，所以我去上这个课的话，也许也会像展瑞一样，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然后也会获得一些收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解读方式。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们知道这个课程里面每一天到底在干什么的话，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种避重就轻的谈论这个课程的方式，就正好中了这些身心灵课程的下怀。因为这些身心灵课程他们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他们依靠的最大一点就是不知情同意，就是你在上课之前你不会知道这个课程里面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这个是有意的，这个是故意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这个课程里面的规则，它就告诉你，你不能谈论这个课程里面在发生什么，因为这个课程里面有其他人，你不能说他们的秘密，这个可能也 make sense。但是他们还会告诉你，你不能说这个课程的流程，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毁掉所有人的体验。很多上了这个课的人呢，他们对这个规则深信不疑，所以他们在第3阶段他们要自己拉人的时候呢，他们也不会告诉自己的朋友这个课程里面在发生什么。这一些课程如果他们不依赖这一点，如果他们不依赖没有人会说这个课程里面会发生什么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我能很自信的跟你说，99%的正常人都不会去上这一个课，他们都不会去报名这个东西，然后对这个课深信不疑。因为如果你可以说这个课程里面在发生什么的话，那么那些推销你的人，他们在推销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知道吗？你想不想上这个课？这个课的第1阶段呢，是这些导师通过一些游戏的方式，让你改变你自己看自己的方式。然后第2阶段呢，是我们疯狂骂你，让你和学生互相骂，让导师也骂你，把你所有童年的那些东西全部骂出来，骂1天12个小时，而且你在中间还不能上厕所。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你也会被骂。但是别担心，因为第2阶段的最后一天，你会感觉到很释放，因为这个心情在最后一天会变得完全不一样。老师会突然变得很煽情，然后你觉得这个老师好像也在乎我们，然后你需要表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表演完之后呢，你会觉得很释放，因为其他的学员会把你慢慢的抬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很自信，因为突然有个压力就这么消失了。然后在你感觉很嗨的那几天的时
时候呢，他们会让你加入第3阶段。第3阶段是什么？你问，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第3阶段呢，就是你要付这个课程钱，然后这个课程最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要拉3个人进这个课程。然后如果你在这个100天里面没有拉到3个人的话，你会经受到不停的骚扰。你觉得有任何一个正常人听到这样一个介绍的时候，他们会加入这些身心灵课程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谈论这些身心灵课程的话，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这里面每一天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做不到这种事情的话，就别做一个视频出来说什么我做这个视频只是为了透明，所以大家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你放屁，你放屁，你根本不是这样想的。OK， 不管怎么说，展瑞还有他的朋友做不到的事情，我今天要在我的影片里面做到这些事情。我不光要去说这个课程里面每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要告诉大家这些课程用了什么样的心理学手法，让这些人深信不疑。那么在精神虚弱时被心灵课程趁虚而入很可怕，但你知道什么东西更加可怕吗？那就是你的网络安全被趁虚而入。Guys， 现在诈骗层出不穷，就比如说现在会有很多骗子搞一个假的网店页面出来，他们看上去都很真，然后还会有一些巨大的折扣，让你很想点击购买。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输入你的个人和银行信息进去的话，那么你就上钩被骗了。Oh no！ 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个 app 可以保护我，能让我不上钩的话，那该有多好啊！等一下，你听到这个电话声音了吗？喂？是 NordVPN， 没有错。NordVPN 的威胁防护 Pro 功能能在你进入虚假网店时发出警告，让你不上钩。所以呢，你就能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更安全，并且成为真正的网购的大王。而且当然不光如此，因为 NordVPN 它也是个 VPN， 转换网络 IP， 更换地理位置，让你在旅行时查看你原本地区的网络内容等等，这些 NordVPN 也都可以做到。现在使用我的链接下载 NordVPN， 你就可以获得最高4个月的免费使用，而且 NordVPN 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像我一样成为网络上的大王。查看简介，使用我的链接。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回到心灵课程。我希望这一期视频出来之后，当我把里面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之后，包括这一些操控的理论给全部讲出来之后，那些没有上过课的人就不会说啊，这个心灵课程我朋友说很好，让我去吧。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一句话我也得说清楚，我在这里不是想要努力改变那一些已经参加这一些课程的人，已经深陷其中的那一些人，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要改变这一些人的想法，其实有些时候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已经上了这些课，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他们甚至还拉了自己的朋友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指望那一些人看完了我这一些视频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奢望。同时，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那一些上过这些课的人他们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么我觉得你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理解，你需要好好和他们说话，然后倾听他们很多。如果我要做到这个事情的话，那么我这整期视频的语言都会不一样，我会需要减弱我讲一些话的语气，让这些人感觉不太糟糕，等等等等。虽然这些事情是好事，但我不想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想要做到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最主要的目的是那一些没有上过这些课的人，他们可以看完这个影片之后更加坚信自己不要去上这一些课。然后没有上过这些课的人呢，他们是大多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些视频主要想要做到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是上过这些身心灵课程的一个信徒之一的话，这不代表我不在乎你 ，OK？ 我在乎你 ，Alright？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些事情的话，我在影片最后会放很多的阅读清单，你可以自己去了解。我不指望你看了一期我的影片之后就完全改变你的看法，但有个开始总会是好事。这开始不需要是今天，也可以是下个月，你突然想通了，突然有个不一样的想法，再回来看这一期影片也 OK。我猜有一些人看这个影片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也就是希兰里说这个课程能有用的这个最大一点就是不知情同意，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课程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为什么那些加入那些课程人，他们去体验了就会相信这个课程了呢？这个是因为这个课程之所以让一些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们是循序渐进的去改变你的想法。而如果你在进去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课程到最后的目的是把你变成一个推销员之一的话，让你付钱变成一个推销员之一的话，那你就不会进去，也就说不到循序渐进的相信这个课程。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理论，也就是这一本书来自 Margaret Sanger 在我们之间的邪教里面就有一些关于邪教的一些特征，我想先读一下。这个是 Sanger 的邪教的6个 condition。 第一，保持成员对事情会如何发展的无知。第二，控制成员的时间和环境。3，系统性的建立
一种无力感；4、打压成员的旧行为和态度；5、注入新的行为和态度；6、用闭合逻辑来阻断批评和独立思考。其实里面已经有一点我们在之前就已经讨论很多了，也就是第一点，保持成员对事情会如何发展的无知。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规则之一就是告诉你，你不能说这个课程里面的流程是什么，而这些组织他们做到这些事情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个东西叫做双重企图 The Double Agenda。 双重企图的意思就是这些组织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让你做到一件事情是为了表面的这个企图，他们告诉你这个原因，但是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另外一个原因。比如说很多学员他们被告知他们不能分享课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被告知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则呢，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的隐私，或者是为了不去毁掉别人的体验。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有这种规则真正的原因是，如果你告诉别人这个课程里面的流程是什么，里面每一天真的会发生什么的话，包括第3阶段是你付钱帮别人推销的话，那么没有人会加入。这种事情在 Margaret Sanger 的话中就叫做双重企图。让人保持不知情的过程是邪教双重企图的关键。领导会慢慢的带领你经历一系列表面上看似只有一个目的的事件，而在更深层次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让你作为新进成员或者现有成员服从他们，并放弃你的自主权、过往的关系与价值观。这种双重企图的存在，使得这个过程本质上成为一种非知情同意的行为。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的意思就是当你在同意一个事情之前，你应该有足够的知情能力才能够做出一个选择。比如说你做出一个选择之前，你不应该受到外力的干涉，你不应该是被欺骗的，你不应该是被蒙蔽的。就比方说，如果你在医疗上面要接受某一种疗法的话，你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副作用可能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你被建议要接受这种疗法。再比如说，知情同意在心理咨商中也十分的重要。哦，对了，我好像到现在都忘了说，这些心灵课程他们是没有心理执照的 ，OK， 他们不是心理师。请问一下，你目前证照跟执照到底要到了吗？因为他们这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他们这个中心是以这个模式经营的，所以也没有说他们有什么执照啊，或考什么心理师的执照，没有。他们 literally 就是一群人在那一边说我们要开这个课拯救一群人，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心理上面专业的执照。而这些组织这一些双重企图的行为就是一种非知情同意。你不知道课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这些规则写出来让你服从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而就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可以让我们说这些身心灵课程已经够缺德了。但事情远比这个糟糕多了。 Guys， 你们知道这种非知情同意，这一些不让你知道这个课程里面会发生什么这种作为还有什么效果吗？那就是你不会知道这个课程其实在50年前就已经被发明了，然后你也不会知道这个相同的课程、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游戏、同样的所有一切的这个课程，在以前在美国就已经被踢爆过了，里面的很多恶心行为，里面的很多受害者早就已经被曝光过了，曝光之后这个原公司早就已经倒闭过了。但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现在的身心灵3阶段课程是什么样子，大家也就不会把这两个事情给连起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身心灵课程3阶段课程他们的历史，让我告诉你 ，It's going to blow your mind。今天我们这一期影片里面讲的，还有佳宁还有展瑞他们参加的那种课程，叫做3阶段课程。在台湾开这一个课程的公司就有5、6个左右，而且这种课程不光只有网红参加，还有很多十分有名的艺人。他们也参加过，而且这些课程不光只有在台湾有，在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甚至全球很多地区都有。在国外书籍和文献中，这类心灵课程也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 LGAT。然后这些课程他们都和50年前的一个心灵课程一样，这一个课程的名字就叫做 LifeSpring， 由美国的一个前重刑犯 John Henley 创立的。然后当我说一样的时候，我是什么意思呢？毕竟已经过了50年，所以这50年可能他们进化了很多，然后我们必须要仔细看看的话，才知道这个现在的课程和以前的课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对吧 ？No， 当我说一样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它的上课结构，它每一天的流程，它里面玩什么游戏，它什么时候玩这一些游戏，它上课里面教的那一些哲学，它的课程的第2阶段是要干什么，它的第3阶段是关于招人，这些东西都一模一样。等一下我也会展示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个事情。我还有幸或者是不幸的去读了这个创始人他自己的自传，又臭又长的自传，里面他就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这些课程他们的结构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一个环节，里面有什么样的游戏，再包括我找到的那一些几十年前的文献、几十年前的新闻，我都会引用在这里给你展示一下这些课程他们有多么的一致。首先是课程的结构，这个基础课程有5天，这5天是关于自我醒觉，也就是通过一些游戏来让你发现你自己是怎么去看待
待你自己还有这个世界的。剧透一下，通过这些游戏总能发现自己坏的地方，而不是好的地方。当然不用担心，之后这些老师会救你的。OK， 这个基础课程5天在干什么，在 John Hanley 的自传中就有提到，甚至他也提到了里面的一些游戏，就比如说红黑游戏，就是玩一个叫红与黑的游戏，叫红黑游戏。 Now it's 9 p.m. Friday. Bruce is splitting you into 2 teams for something called the Red-Black game. 如果我们上网搜红黑游戏的话，我们也可以在 PTT 上面看到台湾的不同心灵课程里面都有这一个游戏。另外一个游戏废墟游戏，叫废墟的一个游戏。You're picturing yourself in a giant junkyard, and as you look around, you realize each piece of garbage in the junkyard is actually a broken agreement from your past. 在黑暗之中，然后他就开始配着一点点的那种音乐，他就开始描述我们的父母小时候对我们一次次的那种欺骗，他把我们生活中所有不如意的、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伤害的东西，全部给你罗列出来，到最后就开始有些人就嚎啕大哭。对不起，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啊，我真的做错了，对不起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些课程的小哲理。1983年有一个文献，2个心理研究员去了这个 Livestream 的课程，然后他们说这个课程里面一开始就会提到 submission， 还有 100% commitment， 听上去有点耳熟。OK， 他们会很强调2个词汇：100%信念。你有100%吗？同样的这些词，如果我们在网上搜的话，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心灵课程也都用这些词。再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些规则。在这个课程的第1天呢，会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些讲师在说你要遵守什么样的守则。这2个1987还有1988年的文章都提到了这些规则。我们来跟这一个录音来比对一下。出席整个课程，在教室内不得抄写笔记、拍照、录影或录音，不要坐在你于参加课程前已认识的人的身边，只许在指定的时间内及当导师要求时才发问、发言及与人分享，不要与旁边的人谈话。承诺无论如何遵守守则的同学呢，起立。开始，接下来就是这个进阶课程，它十分的凶，然后它不会让你上厕所。这个在创始人的这个自传里面也有记录。其实自传就是一个非常高压的、狂被骂的一个阶段，不能上厕所这件事情真的太痛苦了，害我都不敢喝水。然后还有人说什么你要是出去就会被抓回来之类的，所以有点过头的人冒犯你，什么意思啦？啊，你问我就回答，先不问你什么意思嘛？你问我回答我，你呛屁啊你！再来就是第3阶段这一个拉人的环节，这个同样的在他的自传里面，他提到了这个事情很多，他也不知羞耻的承认这个第3阶段的存在是他们能成功的很大的原因。但是有一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在这个原来的课程 Livestream 里面，第3阶段是不用钱的，你只需要拉人就好。但是在现在的这些心灵课程里面呢，第3阶段是要付钱的，而且你进去还是要拉人，所以看来是有点不一样啊，看来是有点进化，只是这个进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我暂且蒙在鼓里。相同的例子还有太多，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让我继续谈论他们的一致性的话，我能继续讲1个小时出来。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一个例子可以捕捉现在的这些课程和50年前的 Livestream 有多么的一样。像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些课程有个环节就是讲规则，然后其实有个规则我没有说到，这个规则就是在这个课程期间，如果你在中途休息什么的话，他们会说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放一个音乐，然后你必须要在这个音乐结束之前坐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原来的录音，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音乐是什么。当6点半一到的时候，我们会放一首音乐，就是以下这一首。这首曲子很有名，它叫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是这个2001太空漫游里面的用的一首曲子。然后你猜怎么着？我在这些40年前的新闻文章里面也发现，他们用的也是这一首曲子。我觉得这一点十分搞笑。OK， 都已经40-50年过去了，他们连用的曲子都一模一样。So yeah， 这个课程已经存在很久了，而且它被传得很广泛。而刚刚我提到的那些同样的新闻文章，就是这一些课程当初为什么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现在呢，它在全球都有，在台湾还有这么多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课程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而且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丑闻了。It's pretty crazy， 不是吗？这样同样一个 business model 存在了50年，出现了丑闻，然后现在换了个皮，然后它继续存在着，然后没有人会说出来这些事情的联系。让我更惊讶的是，我最近看了一个 Netflix 纪录片，这里面讲的就是美国有一些青少年矫正营里面，他们通过虐待青少年，让他们上一些课的方式，试图让这些青少年改过自新。
心，然后里面讲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包括性侵等等等等。然后当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当我看主持人在说他们上的是什么样的课的时候 This is the story of mind control. Some of those engaged in that search have agreed to talk about i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use time-tested brainwashing techniques to control us. To be honest, I blacked out a lot about the seminars. Bu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I'll never forget. That song, the one from 2001 A Space Odyssey, was used repeatedly in the seminars. Once every 6 weeks, we we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pseudo-psychological, emotionally abusive, and humiliating seminars. So yeah, 不光是在台湾大家没有 make 这个 connection， 就连在美国这个 Livestream 的发源地，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不道德的青少年矫正营，他们使用的课程也来源于 Livestream。 It is fucking insane, OK？ 太疯狂了。我猜我们现在就得问问这个 John Henley 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开了这一些课程？而要解答这个事情，我们就得说一说 John Henley 以前工作的公司，美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传销组织 Holiday Magic。 说到很多人不把这一些以前的事情和现在的心灵课程联系起来，其实 Holiday Magic 已经有一个 YouTuber 介绍了，那就是啾啾鞋，甚至在那个影片里面他也提到了 Holiday Magic 旗下的心灵课程。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所有事情都连起来。Holiday Magic 的创始人是这个人，叫做 William Penn Patrick。 他有一天在加州某一个街上走着，然后看到一个车库，看到一些人在倾销自己的这个化妆品。他看到那些化妆品觉得不错，就花了16000多美元把这些化妆品全部买了下来。随即他就开设了自己的这一个多层次传销公司 Holiday Magic。 多层次传销基本上意思就是这一些公司之所以能盈利，并不是靠他们卖这个产品盈利，他们的盈利方式更多是靠拉下线，去找其他人说，哎，你想不想帮我卖这个产品？你可以成为这个什么经销商，然后你就可以财富自由哦。然后下线再拉下线，再拉下线。这种传销公司在很多国家被管制的原因呢，就是很多这些下面的下线基本上是赚不到钱的，他们就相信了某一种财富自由的说法，就加入了这个公司，成为了经销商，花了自己很多钱买了很多产品，但是最后呢，这些都卖不出去。Holiday Magic 呢，也是当时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传销组织，但是最后美国证监会在1973年对他们开罚2.5亿美元，并声称他们一共骗了8万人。而 William Penn Patrick 这个创始人在1973年的时候，自己开着一个私人飞机在天上玩，但是不小心坠毁了，只能说是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但是在这个公司倒闭之前呢，这个公司也开设了自己的心灵课程。当你的传销组织里面你的那些下线卖不出去产品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答案当然是开设一个要价很高的课，然后说服所有人去参加这个课，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在人生中找到成功。不仅当时很多 Holiday Magic 的经销商上了这个课， Holiday Magic 里面的管理人员都必须要上这一节课，这也包括我们的主人公 John Henley。John Henley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 Holiday Magic 旗下的另外一个心灵课程的导师，这个心灵课程是 Alexander Everett 开设的 Mind Dynamics。 而 Mind Dynamics 这个心灵课程一开始其实没有这么的邪乎，也没有这么的凶，其实就是一个导师通过一些集体催眠还有什么冥想之类的方式，告诉你怎么达到大脑中的所谓的阿尔法波，也就是让你这个脑波慢下来，让你集中，里面有很多这一些灵性的教导等等等等。 Mind Dynamics 在开设之后不久就被这个 William Penn Patrick 给入股了，但是 William Penn Patrick 自己做的这个心灵课程呢却完全不一样。他开的这个课程名字叫做 Leadership Dynamic Institute， 它需要1000美元，然后里面不是关于什么大脑阿尔法波，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呢是你也许会被绑到一个十字架上面，你也许会被关到一个棺材里面，你也许会被关到一个笼子里面，在里面你会被骂，你也许会被殴打等等等等。这个心灵课程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你成为一个更强的人，通过这一些精神虐待的方式。这个方法有用吗？这些人是心理师吗？当然不是，这就是一个人在那一边一拍脑袋说我是个传销大王，哇，这个主意太好了，然后就开设了这个课出来。而 John Henley 也是参加这一个课的人，他参加了这个课呢，也经历过被关到棺材里面10几小时的这个经历。那么按照 John Henley 自传里面自己说的话呢，他在这个棺材里面关了10几个小时，是出于对这个讲师的这个反抗，但是之后他在里面关着就意识到了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假设他这一个自传里面写的这些感悟都是真的，然后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一些利益关系需要说这个体验是一个好体验，我们就假设这都是真的。OK， 当然最理智的事情是说我在这个课程里面经历了这一些虐待，感觉很好，所以呢这种事情对于别人
肯定也是有用的。这100%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思考方式，对吧？很明显，张翰利的确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说他之后在设计那一个第2阶段那个进阶课程，那个很多人说不能上厕所的那个课程，就是被他上过的这一个课 inspired 的。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讨论3阶段里面的第2阶段的课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一些共同点。那么像我们说的这个1973年，这个传销大佬 William Penn Patrick 自己开一个私人飞机的时候不小心坠毁了，他的公司那个时候也在被证监会查，这很明显是一个正在沉没的大船。所以张翰利就联系了他在以前公司里面的那些其他心灵课程导师朋友，和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创建一个新的课程。所以隔年他们创立了 LifeSpring， 这个呢就是 LifeSpring 的故事。LifeSpring 那个时候和另外一个心灵课程 S 在美国那个时候十分的流行，然后 S 的创始人也是 Mind Dynamics 还有 Holiday Magic 里面出来的。现在 S 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丑闻。现在呢很多的原班人马到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 Landmark， 它现在还是存在的。OK， 这些心灵课程在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加入，但是关于里面的曝光也一天比一天多。最大的一篇文章是在1987年在 Washington Post 上面，文章的标题是我哭到泪水装满了一个杯子，作者是 Mark Fisher， 一个普利策得奖的记者。在里面他就详细讲了 LifeSpring 里面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以及他细数了 LifeSpring 的那一些受害者，包括有6名学员丧生，还有35名学员对 LifeSpring 提起过诉讼。比如说1980年，一名西雅图女性在参加基本培训期间发生哮喘发作，培训师告诉她这次哮喘是她自己造成的。在她终于离开房间后，她徘徊到停车场，随即倒地昏迷，5天后死亡。LifeSpring 否认承担任何责任，最终与其家人达成了45万美元的和解。还有很多人他们之所以诉讼 LifeSpring， 是因为他们在上完课了之后出现了精神失常。1984年，学员戴博拉获得了80万美元的赔偿。他在完成培训后，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充满了新的能量和热情。他称这种感觉为 LifeSpring 的快感。然而在完成第2阶段课程的几周后，他某天早晨醒来时感到空虚，几天内他无法停止哭泣，不断用 LifeSpring 的术语自问：我正在为自己创造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待自己？其他的受害者还包括一名女性，她在培训结束后开车回家时，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交通信号灯；一名男性，他在基本培训的最后一天现身，坚信 LifeSpring 希望他接管培训；以及另一名男性，他在参加培训几天后，认为上帝在告诉他要牺牲自己的婴儿子。还有人说他们在参加完 LifeSpring 的基本课程之后出现了偏执妄想，并把家中的所有刀具都扔掉，因为他害怕自己会伤害自己。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住了好几个月，去年又出现了一次复发。这篇文章还指出张翰利这个创始人他唯一修过的一门心理学课得了 D， 此外他还是一名被定罪的重刑犯。这一些受害者的汇总再加上这个记者详细的写了 LifeSpring 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之后，张翰利就发现自己的课没有多少人再来上了，之后他也就慢慢的关掉了这一个课程。但是这个课程它是怎么出现在了亚洲呢？这个我猜是因为在 LifeSpring 刚开创的几年以内，其中一个共同创始人 Robert White 退出了这个公司，然后他自己开设了另外一个心灵课程公司，包括 Life Dynamics 还有 ARC。 在他自己的 YouTube 介绍影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课程开到了香港，开到了中国大陆，开到了日本。那么台湾的那一些课程是 Robert White 带进来的吗？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人直接从美国带了进来，或者是从香港有了这个心灵课程之后再带到了台湾，我没有这一方面详细的证据。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些课程很多人他们上完课了之后会发现，开这个课其实也不错，也许是为了拯救世界，或者是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方式，所以很多人上完了课之后呢，也会去开自己的课程。然后这些课的结构、游戏、流程，里面教的小哲理等等，基本上都和 LifeSpring 一模一样。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个就是3阶段课程它的历史。让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人一般是怎么进到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些3阶段课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多数这一些成员都是被他们认识的人给拉进去的。这些拉他们的人一般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这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这些课程呢，他们不需要花很多的开销去营销自己。但是这种策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加入了这个课程的话，然后这个课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你感觉不对的事情，你感觉很胡扯的事情，你也会对自己想，但是我的朋友他
上完了这个课，然后他推荐我来上，然后如果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的话，这估计不是什么大事。不管怎么说，你可能会被你的朋友软磨硬泡要加入这个课程，他可能会跟你解释这个第一阶段是关于这个醒觉，又或者是你好奇，然后你自己去他们的官网上面去看了一下这一些营销页面在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某心灵课程他们的这个营销页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至少在营销上面这个第一节课是关于什么。基本课程只有一个主题，你，一个独一无二的你，一切关于你的生命。基本课程不是讲解生命的理论，建议你如何过生活一大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或者一个课程可以告诉你如何活出你独一无二的生命。哇，这个讲的实在是太励志了，我现在就想刷卡了。基本课程是你去探索你自己，如何透过自己的双手去重写你生命的剧本，开始创造。听上去呢像是 Minecraft， 你现在对你的生命有多满足，不如现在就来检视一下啊，然后你可以填你对这一些方面有多满足。 OK， 那么有一些人填写了这个东西呢，他们可能就会发现 Oh no， 我的亲密关系它只有 20%， 那说明也许我需要刷一个卡。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心灵课程十分大的点中点，就是这个冰山。我的朋友们，这个冰山理论呢很明显是那种很喜欢说我最爱读心理学书了的那些人最爱 quote 的一个东西。那么什么是冰山理论呢？至少按照这个页面上面来说的呢，就是你不知道人生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在操控你，然后你唯一知道的就只有 10%， 剩下 90% 你都看不到。What？ 真的吗？就比如说在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 10% 的你，这个主意识的你说你要结婚，但是真的吗？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为什么你现在没有结婚呢？估计呢就是其实你有那个 90% 看不到你自己，其实是不想结婚的。 OK， 因为你不结婚的话，估计是有一些隐藏好处的，只是你没有发现这些隐藏好处和信念。这些隐藏好处可能是什么呢？结婚没有自由，是吧？再比如说要照顾别人，多累呀，你不是那种人，你害怕照顾别人，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负上这个责任。再比如说对方会劈腿 right？ 如果对方劈腿的话，那么你投资的这个感情就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你小时候的这个父母关系呢？你为什么会害怕这个东西呢？你为什么会担心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信念呢？也许你上了这个课的话，你就可以回看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信念，会有这些想法，然后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个营销页面。 OK， 看着这些营销页面逼逼扯扯，让我感觉我可以当一个导师。但我们通常会解释为对的人还没出现，而看不见我冰山底下还有 90% 的力量在挡住你自己。 Oh my god， 这个解释了我的人生。而在基本课程里面呢，我们会通过练习与游戏、同学分享、讲座，引导你探索水面下面真实的自己，看不到的自己，所以你可以成为人生的大王。Alright， 虽然有无数面镜子，在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点去面对你自己。哇，你就好像是一个考古学家，由你自己挖掘、发现、研究，在这世界上，你到底是谁？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想要如何活你接下来的生命？有什么信念限制着你的精彩？有什么阻碍你活出100%满足的生命啊？首先就是我会乱花钱买一些课程，可能这估计是那些未被开发的潜能是什么？是我的前列腺。 OK， I'm sorry。然后你会想，这他妈有多久 ？OK， 目标、梦想一致，一切银魂一力量，重新打造你的生命。OK，cool。小眼来到最后一刻，生命的最后一刻，什么样的生命是无悔的自豪的？看到你的生命 ，OK， 立即报名。OK， 它的这个按钮会在那一边闪，告诉你要报名。然后你为了打破你这一个 90% 冰山，要看到限制你的这个信念是什么，你就会刷卡，然后给他们28000台币。Alright， 不管怎么说，你参加了这个讲座，或者是你看完了这个页面，或者是你的朋友跟你说，如果你不去参加的话，下次我就不请你吃饭了。然后你说 OK， 让我刷卡。现在呢，你就成功的加入了这个课程。All you have is your word. All you have is your integrity. If you make an agreement to me, to the other participants, to be on time and to participate fully and to not use drugs or drink for the course of the seminar, and then you break that agreement, what are you saying about the value of your integrity? This is about you. This is about the rest of your life. What do you want to create?
It's simple. If you're not here to do the work, then it isn't going to work. 朋友 Z 先生事先就再三提醒过我，要提前处理好所有事务，安排好上课时间，因为整个上课期间必须出席所有课程，否则只能从头再读，且这种重读的机会只有一次，并且邀请你暂时放下你心里所有的事，放下所有的分析、评估和判断，全身心的投入到课程的体验里去，这样你才能有最大的收获。一切都让我对这个课程充满好奇，也做好了一定要好好学习的准备。来自中国大陆记者李雅玲2007年的文章，揭秘精英课程生命源泉强迫洗脑的过程。那么在第一天的基础课程里面，这些讲师会说什么东西呢？那么不开玩笑的说，其实和我刚刚念那一些营销词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比如说他们也会说这个冰山理论，你有10%的主意识，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剩下有90%的潜意识在限制着你，但是呢你看不到。同时他们还会举一些例子，就比如说你有没有骑过自行车，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自动的在骑，不是吗？你不会去想我现在要左脚下去右脚下去，这个都是自动完成的事情。然后在我们人生中呢，也有很多的自动化模式，有一些时候这些自动化模式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时候呢，这些自动化模式会让你一直撞墙，让你跑进一个死胡同，然后你都不会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在失败。这就是因为你的很多那一些想法，你的很多那一些对事情的信念，对自己的信念，其实都是自动化的，你从来没有审视过它们。这一些信念可能来自于你的童年，或者是你有这些信念是因为它有什么隐藏好处。而这一节课程做的事情就是让你发现你自己的那一些自动化模式都是什么，是什么信念一直在主导着你的想法，进而主导着你的行动。只有这样子的话，只有我们检视我们内心中的那一些信念，然后打破这些限制的话，我们的人生才能活到100%。我相信大家在人生中都有这种体验，是吧？你感觉你人生在哪一部分卡住了，你知道你的人生里面你需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就是做不出来。比如说有些人说他们想要赚钱，他们要成为一个大富翁，但是真的吗？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大富翁吗？你从小到大对于钱的那一些信念是什么？你看到富人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那些钱都是不义之财？你有没有些时候觉得世界上的那些富人他们都是坏人？然后如果你要赚到大钱的话，你就必须要剥削和压迫其他人。所以你说你想要赚大钱，但是真的吗？剩下这么多潜意识在告诉你，这个赚大钱是一个坏事。然后如果你不检视这些事情的话，你不就是一直在撞墙吗？或者你说我想要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但是真的吗？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当你每一天照着镜子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人？你看到的真的是一个配得到爱的一个人吗？你真的能每一天看着镜子，对镜子里面的人说你配得到爱？你做得到这一点，然后内心不产生任何波澜吗？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有这些信念，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从小的事情，然后你就一直活在这个限制性的信念里面，得不到你自己想要的结果。其实人生可以很精彩，可以很顺利，可以很简单，这个就是需要你去看你内心中的那一些限制性的想法。只要那些限制性的想法不在了，只要你的主意识和潜意识是一致的，那么你就可以做到你想要的任何事情。那么观众朋友们，在这里呢，我要抛出一个挑战，我刚刚逼逼扯扯的这么一大堆，我说错的地方在哪里？没关系 OK， 你可以暂停一下这个影片，然后思考一下，我刚刚真的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吗？ I mean， 关于我们自己有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们自己的潜意识，那些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信念，有些时候在限制我们自己，这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听上去好像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知道吗？或者如果你听了那些话觉得是胡扯的话，你能不能想象到其他人听到那些话会觉得这个感觉挺有道理的？观众朋友们，这些就是这个心灵课程抓住你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这些心灵课程的时候会犯的一个错误，会步入的一个陷阱，就是和这些人去争论刚刚的那一些理论它有没有立足点，它对不对？那一些理论我刚刚的那些逼逼扯扯是否可以作为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个工具。 I mean yeah sure， 你可以像是一个书呆子一样在那边说什么90%、10%，这都是乱造的数字，你怎么能证明？有什么实证研究吗？文献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就因为弗洛伊德说过，不代表这个是对的。OK， 弗洛伊德他只是精神分析，这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他有很多的问题，你可以这样子，但是这个并不能阻止一些人觉得这其实对吧？有些道理，潜意识控制我们的一些行为 ，yeah。
Yeah， 的确是这样。也许我应该去上一个心灵课程。这里是我的看法，这是我觉得讨论这些课程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这些心灵课程他们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他们教你什么东西本身，这些课程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如何教你这些东西，他们是怎么应用这些道理的，是在什么环境下面，还有最重要的，他们告诉你这些话，告诉你这些道理，还能达到什么其他的效果。事实是，如果我刚刚逼逼扯扯的那些道理，如果是一个 YouTuber 上自己的频道说什么这一些是帮助我心灵成长的方式，这可能不是什么非常大的问题。又或者是你在什么大众心理学书里面读到这些道理，然后应用在了自己的人生身上，这个本身也不是什么非常错的事情。甚至这些心灵课程有些时候讲的道理，一些咨商师在一些环境下面也许也会跟你说这一些事情，引导你这样想。就比如说，的确有些时候你不做出一些事情，可能是出于一些其他的原因，然后你没有去察觉到这些事情。Yeah, it makes sense。大致上这些道理并不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但是让我们别忘了，这些心灵课程在接下来的几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接下来的阶段，你会被导师狂骂，你要去骂你自己的同学，你要把他们骂到哭，把他们骂到精神崩溃，甚至在上课期间，如果你有些生理需求，你需要去上厕所也不可以，你也会被骂。然后最后到第3阶段，你要成为一个付钱给别人的推销员。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文章，这是一个人上了这个心灵课程前后的心态的转变，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惊人，我给大家读一下。所以这个人在自己的文章一开始一直说他十分不相信这些心灵课程，甚至还在网上搜这些心灵课程的评价，然后他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脑残的活动。然后之后他一直被自己的朋友软磨硬泡，加上他自己好奇想要看好戏，就去加入了。他甚至说他一开始加入这个课的时候也十分的反弹，但是最后在他上完了这些课之后，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毕业典礼过后，我才发现我总是用脑袋在分析所有事情，而这造成了自大、冷漠、自以为是、没有同理心与自私。我想要的结果最后是否可以做到，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是他人。既然如此，我决定改变我的冒险，冒着我让别人觉得我是直销业务的风险，推荐这个工作坊给我身边的所有朋友。波浪感叹号 I mean dead 这一句话，我总是在用脑袋在分析所有事情，好像这是个坏事，好像这不是一件好事。然后他自己也知道把这个课推给别人会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什么直销的人，但他还是决定绕过自己这个大脑的批判和分析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朋友们，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我们刚刚逼逼扯扯的那些道理他们听上去都 make sense， 那我们是怎么从这一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理论到达了这一边，然后让这些人变成了推销机器人，还是付钱给这些课程的推销机器人？这是怎么回事？ Like what？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让你打破你的防备，让你信任他的那个过程。用导师的话，第一节课就是把你自己变成一个空杯子。台湾某心灵课程第3阶段学员的准则：以理想和承诺主宰我的行动，而不是感觉、情绪或评估判断。学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已知的事情。来自 Livestream 创始人 John Hanley。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些道理，它虽然在一些环境下面可能有用，然后可能也是一个提升自己的工具，但是这一些道理在这个课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让你开始认为你自己都不懂自己。如果你只能看到那个10%的东西，剩下90%你都看不见的话，那就意味着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别担心，这个课程会告诉你的事情就是，你上了这个课程就会发现真正的自己是谁。而这一些课程要达到这些事情的方式呢，就是体验。因为这种3阶段其实就是讲求的就是体验，那你有体验，你就会有一些真的感觉，不是他们这些标榜说不是填鸭式的教学，像是就是你要去做，然后去想去说，然后你才会有真正这种感觉。决定成年生活品质的问题，仅靠理性理解无法触及，他们还需要亲身体验。而 Livestream 的教育方式就是体验式的。这些心灵课程最常告诉你的就是，你只能通过最直接的体验，才能在这个课程中获得收获。为了让学员接受自己的思考是毫无价值的，操控者将灌输一个概念：体验和感受最重要，理性不重要，甚至是阻碍。在这一步，洗脑课程会极力贬低理性、实验、分析的价值。史熙元参与的课程教练就强调，请你暂时放下你心里的所有的事，放下所有的分析、评估和判断，全身心的投入到对课程的体验里去，这样你才能有最大的收获。其实如果你想想的话，这不就是这些课程在告诉参与者他们应该停止思考吗？这篇论文里面提到，虽然告诉参与者不要思考似乎是明显暗示精神操控即将发生的信号，但是 Algad 的导师正是这样做的。
他们只是以一个更吸引人的方式包装这一讯息，他们用一系列听上去非常正向的语句来鼓励参与者不要质疑，只需全身心投入。比如他们被告知他们应该对可能性保持开放，他们应该具备可教导性，以及要用心感受而非用头脑思考。这一些体验一般就会通过一些游戏展开，然后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导师会一直让你看回自己，让你去自检。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会看到你自己的那一些缺点，然后开始内耗，或者是这个课程会通过一些方式让你感受到某种情绪，某种感人的时刻，让你流下你自己的眼泪。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做的事情就是自动的把这一些体验、这一些情绪和这个课有用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游戏还有环节是之后的事情，在开始这一些流程之前，这个课还需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要布置好一个框架，告诉你谁是老大。因为这个课程可不是那一些学员和这些老师平等的在那一边交流，这个课程可不是那种学生有一些时候会反对一下这个老师，然后老师会说，哎，你知道吗？你说那句话其实挺有道理的。No， 这不是这种课程。为了大家知道这个课程里面的老大是谁，这些课程也会通过一些方法来筛选出正确的行为，还有筛选掉那些太自主、太有主见的学生。星期三，也就是第一天，我们开始进行分享。我们被期待要在团体面前站起来，说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不如意，把问题摊开来讲。Michael 说道，这样子你才能退一步，更清晰地审视它。他前面会有个导师，然后你有时候在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很武断、很主观的来跟你讲说，你就是这个问题呀。而且他塑造的全班那种氛围，是你100%都要服从他，就算你对你的指控有异议，可是全班的氛围，包括助教啊什么，全部都会是一个很权威的体制，所以你会不能反抗的那种感觉，你就只能在那里接受别人对你的批判。那这个课程中呢，会有一些自我意识比较高的人，他们会对这个课程提出疑点，可想而知呢，当然就是被老师抨击。那接着呢，他们就会离开教室，老师就会问大家说，哦，我们是不是在他身上有看到什么样的课题，然后是他自己没有看到的，不过我们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呢，他们就已经先筛选掉一些很有自我意识的人。再接下来就是规则的讲解。这个规矩呢，大概有12条守则，他一条条的给你练，他会练得反复的练，而且练得很慢。事后我才明白，他其实是故意用这个过程来筛选那些有质疑精神、有理性分析、有思辨能力，还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凡是有这种表现的学员就被淘汰了。一位女性举起手说，她有1晚无法参加。吉姆回答说，守则禁止这样做，可是我那晚必须缺席。这位女性说道，你对这条守则有问题吗？吉姆问。没有，只是那晚我没办法来。守则要求全程参与培训，你对这条守则有问题吗？没有。那么你的意思是你不接受这条守则？吉姆说道，我只能请你离开。他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房间里传来一阵低语声。所有的对于这些规则的疑问，导致会做的事情都是重复这个规则，重复讲给你听，直到你开始认为啊，这个规则估计就是这样，我必须要遵守，要不然我只能滚。这就给这个课程上面的其他学员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这不是什么平等交流的地方，而是一个你必须要听这些讲师的地方。然后如果你不听，如果你不服从的话，那么门在那一边，欢迎你走。他们不会跟你解释这个规则为什么存在，他们只会重申这个规则。中途呢，还有其他的人也觉得这个氛围不对的，想退课的，他们出去了，但很快又灰溜溜的回来了。其中有个男学员就告诉我，他说他不想上了，他觉得这课有问题。但是呢，他是他女朋友感召来的，他女朋友哭哭啼啼的跟他说，小组长马上就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因为小组长手上有个名单，谁是谁感召来的。所以他这个课程呢，其实下车的人不多，不到10%，因为你是被亲朋好友拉进去的。每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当导师他们说不通你的时候，他们就会通知你的感召人，让感召人来说服你。所以在把你内心的那个乖乖小孩给召唤出来之后呢，终于我们可以开始玩这个课程里面的第一个游戏了。而第一个游戏呢也很搞笑，我把它叫成是我信任你不信任你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跑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学员面前，然后告诉他你自己内心中对他的真实看法。你有4句话可以选择，要么是我信任你，要么是我不信任你，要么是我不在乎说我信不信任你，还有就是我不肯定我信不信任你。导师会邀请你
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检视你自己，察觉一下你那个时候在想些什么，然后你要对很多人去做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如果你对一个人说我不肯定我信不信任你的时候，你是真的在诚实吗？还是你只是不敢说出来你内心中那一些真实的想法？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你在某一种程度上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吗？还有在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导师会让你去想有多少人跟你说了他们信任你，有多少人说了他们不信任你。我在这一边找到了这个基础课程第1天之后的功课作业，里面就有一个题目问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对别人说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有什么反应。这人说听见我信任你是舒服的，听到我不信任你我不肯定，会让我感到价值受打击，需要通过他人认可建立价值。过程中我会有习惯性的礼貌行为，不去做时会感到很不自在，可能算是讨好或是想给人和善的感受，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诚实的。括号一开始练习时连自己是不是诚实的都不太确定。然后他下划线说，因为活在不诚实的状态中吗？容易说服自己。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学员在经历了这个游戏之后呢，已经开始自检，已经开始内耗了。我不是说自检是坏事，但是看回自己这一点是在这个课程中被频繁提到的一个事情。我认为他们就是想要通过这一些体验给你创造一种无力感，让你感觉你自己不认识自己，所以你接下来更加能接受这些课程和导师会对你说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游戏在表面上面好像是让你开始进行了这个自我察觉之旅，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看到这个冰山是什么，并且发现真正的自己是谁了。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内耗训练，尤其是告诉你你要去察觉，当你听到别人对你说我不信任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当我们被周围的人否定的时候，尤其是被面对面的否定的时候，大多数正常人都会不由自主的去内检，去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脸上是长了什么痣吗？为什么他会觉得他不信任我？我的面相是不是不安全？我的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情？察觉到我们自己有这种反应，可能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有点弱小，你自己好像是有什么问题才会有这种反应。然后这个时候那些本来不相信这个课程人可能也会觉得，你知道吗？可能我是有一些这个缺点，可能我是需要审视一下，我既然这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需要修复这个事情。甚至在这一个第1天的作业里面，有一题是这么问的：对课程、导师、其他人或自己，你有什么自动反应？你的反应告诉你你背后的态度和信念是什么。这个人回答说，抗拒高能量状态的人觉得很压迫，觉得会被导向某种想法，然后他说会抽离某些时刻，感觉导师要引导众人到某种状态，太激昂时觉得不想参与。我觉得这一道题真的是超级坏。一般来说，健康的作为可能是，如果你觉得谁跨越了你的底线，就可以说这个东西我不想参与了。但是这一些课程会做的事情是啊，你有那些想法吗？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怎么反映你背后的态度的。什么？你感觉这些导师太逼迫你了？你觉得这个说明了你的什么事情呢？同样的手法在后续的课程也一直发生，你可以听一听在这个第2阶段的录音中，导师是怎么先骂学生，然后再让学生反思自己的。但哪个字听不懂啊你？OK， 好了吗？还没呢，你面对的态度啦，不爽什么？不爽被大小声。然后呢，继续说。所以我是不是有翻白眼？是不爽什么？我的不爽是拍大小。所以在你生命哪些地方也都是这个态度，只要有人对你大小声，你就不爽，你就跟他对着干。是，在你生命哪些地方也都这样。小姐，你这个场景不会是你生命中的第1次，是。那你在你生命哪些地方也都这样子在运作啊？而且这个才是第1节课而已，从第1节课他们就开始有意的召唤你这一种自检的能力，来让你在所有情况下都把矛头对向你自己。就连如果在一般情况下你会觉得这个导师做的事情不对，太逼迫别人的话，你也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开始自检，然后说啊，我对导师这么想，可能是说明了我自己一些事情。这个在我看来就是双重企图。在表面上，这些游戏和流程是给你提供一个工具，让你察觉你自己有什么缺点，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开始这样过度自检的话，你会陷入一种内耗，然后你会无视你自己以前的那一些 boundaries 和底线。所以这个课程里面的导师之后跟你说任何东西的话，你都会更加容易接受。这就是这个课程可怕的地方。
在第2天，这些心灵课程会讲述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哲理，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改变自己人生的终极绝招，也就是你要停止做一个受害者，并且对自己人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100%负责。第2天的重点在于灌输 Elgato 所推崇的哲理，那个知名的 Elgato 主张，也就是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从选择你的父母到摔断腿，从感情破裂到童年时被继父侵犯，导师在这一天会告诉你，你人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2个版本，一个是受害者版本，一个是负责任版本。而你应该对你人生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和之后会发生的事情都100%负责，这样子你才能成为人生的大王。Now it's Thursday night and you're back in the ballroom. You've pulled a chair in front of a partner for an exercise abou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You're going to tell them a story where you felt like a victim. You bare your soul, you really lean into it, nice and whiny, all the ways you were wronged, blow by blow. But when you're done, Bruce tells you to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again. This time, tell the story like you were responsible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his time, maybe you start to notice, I did play a role in that. And maybe I have the power to make sure it doesn't happen again. Maybe life isn'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it'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from you. 其实这个让自己负责的道理并不是十分的难理解，而且它有些时候还有可取之处。就比如，如果你每一天上班之前没有时间吃早饭，你可以很受害的想，我操，这是什么垃圾工作？这个工作让我的这个生活品质都没有了，我竟然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了，我的天哪！但另一种负责任版本可以是意识到自己生活品质的好坏都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如果自己想要吃早饭的话，自己可以提早10分钟起床。如果这样子碰到任何事情都先问问自己可以做什么，自己先负责任的话，那么这样子你人生的选择权就会越来越多，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哇，这个道理太牛逼了！这个道理听上去很简单，而且有些时候也可以挺健康的。当然，这个道理有10分多的 nuance 需要抽丝剥茧，它并不能非黑即白、一刀切的用在所有事情上面。但这件事情很小，非常 minor， 当然可以这样子去做区分。可是当就是他在讲一个创伤有连结的经验的时候，他就非常不适用。这种改变自己解读的事情，在心理学上面叫做认知再建构。如果用的对，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用。有时如果是一个不专业的人做这种事情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并且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让我举一些例子，在课堂上，老师会让这些学员站起来讲述一些困扰自己的事情，接着他们就会开始说服你，你人生中的这些悲剧，你自己都是有选择的，有时包括但不限于性侵。这个贴文来自思婷，他说课程都会用为什么现在创造这个结果，用工具来 PUA 我们，什么坏结果都可以套这句话，我们就会回头来怪自己。举例像是我被性侵都是我的企图心所以造成，还有我家人过世都是我企图心让他过世，然后这个时候要用负责任版本去陈述这一段，像是因为我不够关心家人，家人才会自杀，我不够自爱，我才会一直遭到性侵。一个女生穿着本身比较辣，然后他就说他被就是性骚扰这样，然后他那个回答真的超级不 OK， 他就说你有看看你自己穿什么吗？因为他那一班还蛮多就是我的海星的，所以是他们结束跟我说 Yes， 十分恶心。任何一个咨商师或者说任何一个理智人都知道，在别人的性侵创伤上面责怪他人并不能做到任何事情，他只会造成伤害，而且更别提这些伤害是在大庭广众的面前下面做出来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说在你的心理咨商的专家的角度来讲会不会危险，他要参与的学员把他曾经受性侵害的过程讲出来。打妹在我听到的时候也是警铃哔哔叫。他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那个受害者来讲是不是就是一种解脱，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个人会觉得是更大的伤害，因为我们可以想想哦，性侵它整件事情的主体就是我的界限被侵犯，是我的主体性完全没有被尊重，而且是被践踏的，是哦。所以他们在团体里面重现这件事情，而且不允许这个人抗拒，他等于在
第2次伤害，甚至第 N 次伤害这个受害人。而这种上课阐述这些论调，然后翻车的例子还有太多太多。导师让学员站起来分享自己的故事，而那些故事真的让人心碎。一位女性说，她的孩子被车撞死了，当她哭得撕心裂肺时，其他人却被要求不能去安慰她。那个导师根本不是心理医生，但却一直告诉她，她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她自己赋予了这件事情某种意义，所以她需要为自己的痛苦负责。有一天，一位60岁的女性鼓起勇气谈到自己童年时遭受到性虐待，当天的导师却反驳道，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让自己被虐待的。当学员试图进一步讨论时，导师坚持自己的观点，个人的身份在2岁时就开始形成，我们将这些事情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是你选择的存在方式决定了这些事情是否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为什么这个有些时候可以被健康使用的工具可以被用成这个样子？这个工具，这个道理原本来自什么地方？ That kind of pattern of taking something that is useful and worthwhile and distorting it also seems to be problematic. So you can say, well, it was influenced by this and this and this, but the way that it's used is highly problematic. So for example, in large group awareness training, even though they don't acknowledge being influenced by psychology, you can see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which is the sort of original form of cognitive therapy by Albert Ellis. And Albert Ellis had the process of A, B, and C. So you've got an activating event, you've got a belief about that event, and then you've got a consequence. So A, B, C. And it's not the activating event that causes the consequence, it's the belief. And it was basically based on Epictetus, the Stoic philosopher, who said we're not affected so much about what happens but by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happens.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saying that you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way that you interpret things, and there's some agency there, and it can be more empowering to look at it in a different way. But if you see the way that they ask peopl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ngs, and the level of blame and shame and guilt and humiliation that is generated through those interactions in a high pressure environment where you've got a person who might be standing in front of hundreds of other people, it's not what you would see in psychology. And although it's, so on paper they're kind of doing the same thing, but if you actually look at it and you really evaluate it, one is done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it's done in a safe way where there's a relationship of trust. The other is, I've been speaking to you for 2 minutes and now I'm going to start unpacking how you should have interpreted your rape 20 years ago in front of 200 people, and you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 There's a very big difference, even though on paper they are quite similar. Yeah, that's distortion of things that are useful seems to be something that runs through, again, a lot of these groups. 这些心灵导师做的事情，就像是一个小学生读完了一本关于斯多格哲学的书，或者是读完了被讨厌的勇气之后，对别人说，哈哈，你被强，然后你感觉很难过。我告诉你，难过都是你大脑的幻象，这些都是你大脑解读出来的而已。只要你改变了你自己的解读，你就不会难过了。什么？你这都做不到？你可真是一个傻逼受害者。而且课程还会告诉你，你之所以会选择受害者版本，是因为当受害者有一些隐藏好处，比如你可以不负责任，比如你可以获得别人的怜悯 ，AKA 卖可怜。因为有这些隐藏好处的存在，你才选择去当一个受害者。所以在这个课上，你不仅被告知你那些创伤经历的解读都是不正当的，你还被告知你之所以痛苦都是你自己的责任。然后如果你不像导师说的一样接受你自己责任的话，你还会被贴上喜欢装可怜、喜欢获取别人注意力的这一些受害者标签。有些人可能会问，西兰这个听上去太过分了，这些东西真的会有人信吗？我觉得我们不能听到这些东西觉得这些东西很胡扯，觉得信这些东西的人都很傻，然后就结束了。毕竟你不在那个课程的氛围底下讲这些话，当然轻松。你并不知道当时那种压力环境，前面站着一个很权威的导师，后面还站着一排助教，让你感觉你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看着的。再比如你被迫不能坐在你的朋友旁边，你上课的时候也不能和周围的人随便讲话的这种不安感和紧张感。还有在课程的这个阶段，你在原则上是不能退费的，而上这个课的钱也是十分高昂的。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课程或者想要退出的话，那么这就相当于你在浪费你的钱。很多人因为金钱压力可能会选择潜意识的去相信这个课程内容，更别提很多上这个课的人都是被自己的朋友拉进来的，朋友信誓旦旦的告诉你这个课有用。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上完这些课然后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这就说明可能这些导师讲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吧。所以不同的心理暗示因素都可能导致不同人把这些话给听进去，然后应用在自己身上。可是西兰这个道理听上去真的有这么糟糕吗？相信自己能掌控自己人生中
中的所有事情，不是听上去挺牛逼的吗？如果以后有任何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都有最后的掌控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这不是听上去西格玛爆了西兰？这里是我的观点，在日常中很多小事上面，我们的确可以保持着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在适当的时机放下抱怨，来审视自己可以做什么，的确可以提升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工作效率。但这并不适合所有人，也不适合所有的场景。举个例子，而且这也是我觉得最讽刺的一点，很多人，尤其是他们如果在东亚家庭里面长大的话，他们从小就已经被灌输了这一个别怨天尤人，然后自己负责任的这个道理了。很多在这一些家庭里面长大的人，他们在从小碰到挫折的时候，早就被告知他们的抱怨不值得一提，他们接下来该要做什么才是更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他们上了这些心灵课程，被告知这一些一模一样的道理，只是用不同的话术、不同的营销、不同的游戏包装之后，他们就觉得哇，我捡到宝了。而问题就在于，对于很多这些人来说，他们内心中的那个结，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负上责任，这些人的问题可能来自于他们从小自己内心中的委屈，从来没有被当成是正当过的。这种时候，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在台上的字典狂告诉你，如果你不负责任的话，你就是一个想要获得隐藏好处的小人。你需要的是能够有自尊的接住自己的情绪，不责怪自己，并且意识到有一些事情并不是你自己的错。只有分析还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你才能继续往前走，或者是直接转向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从现在开始，你才学会了怎么尊重自己，而这可能是需要通过你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比如说和一个咨商师1对1的交流里面，才能慢慢掌握的事情，而不是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面被告知什么你想要当受害者，我猜你就是想要一些隐藏好处吧，然后被赶着要负责任。这是一个例子。再比如有一些重大创伤的人，他们也被告知只要他们负责任就好了，他们人生中的痛苦还有那些不顺都是他们自己解读造成的。但心理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一些重大创伤或者是重复的创伤可能会造成你大脑的变动，所以很多那些创伤幸存者长期的抑郁、焦虑还有那些羞辱感，不是你能从认知上面用一句话、用一个非黑即白的格言就可以改变的事情。而如果你告诉他们这种方式能给他们带来改变，然后他们自己去尝试，发现不能改变之后，他们又会陷入深深的自责。我操，就连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到，我真是个废物。如果你不讨论这些 nuance， 就这么非黑即白的应用这些道理的话，你就是把一些人推向一个墙，然后让他们自己拿头继续撞墙，然后当他们头破血流之后，你又指向他们说，你之所以头破血流，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听我说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不同的咨商师碰到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都会用不一样的工具和疗法来对付不一样的人。顺便说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十分讨厌那一本在日本还有台湾十分流行的那一本大众心理学的书《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就是一个日本作家引用了这个阿德勒的心理学，然后非黑即白的说创伤是不存在的。哇操，这本书尤其是前半部分真的是糟糕透顶。但详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说。还有很多人相信这个心灵课程的这个受害者和负责人版本，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种我能感。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也得做区分，因为很多人感受到的这种短暂的我能感，还有可能仅仅是一种类似婴儿时期一样的全能幻觉。因为这些学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被告知他们如何解读一个事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就这一点上就已经有很多的 nuance， 然后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像我们之前说的。但在之后的课程，他们还被告知他们在人生里面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也是他们的选择。比如如果任何人际关系、亲情出了问题，他们被告知要看回自己，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比如男女朋友劈腿，他们被告知要看回自己，找自己的问题。任何问题发生，他们都被告知要看回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课程告诉他们，这才是负责任，这才是100%。只有一个婴儿会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并且把自己人生中的所有事情都解读成是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在这个1983年两个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个文献里面也提到。这两个人他们自己参与了 Livestream 的课程，然后这个文献的标题叫做将病理视为个人提升。课程中提供的观念或解释框架也基于退行性的推理模式，包括非黑即白的分类、绝对化的逻辑以及魔法式思维，这些都与幼儿的自我中心思维方式一致。在台湾还有咨商师提到，很多上这些心灵课程的学生到最后都来到了他们自己的咨商办公室，而咨商师得为他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所经历到的2次伤害做治疗。所以课程里面讲的这些道理，它是真的有用，还是它只是类似一种灵性逃避的东西？这个我暂且蒙在鼓里。但这些心灵课程该不该继续用这种方式教这些道理？我的答案是 fuck no。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心灵课程导师把这些心理咨商的工具用得如此糟糕，真的就是因为他们不专业吗？还是背后可能存在其他的原因？这种人生一切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然后你要100%负责任这些道理，在这些心灵课程中会被不断的重申，这就是这些心灵课程他们哲学的最主轴。而且这个论调是循序渐进的加强，在之后的阶段会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这个第3阶段，这个拉人的阶段。在你刚开始要上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诺你要拉3个人进到这个课程里面，但是之后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拉不到人的话，导师就会用之前我们说的那些道理来憋你。当下这100天是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牵扯到是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不做到海星，你用第1阶段的课程角度，不就是你没有企图心吗？你没有100%啊，你并没有在做啊，你没有在付出啊，你没有在贡献啊，就是全部是给别人关在一起。所以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些心灵课程导师错误的运用了这一些咨商工具，是因为他们是不专业的，是因为他们是不小心的，但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是故意的。因为虽然这个论调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让他们能够短暂找回自己我能感的一种方式，但是在之后的阶段，导师能把这个给你我能感的这个工具马上转向矛头来对付你，所以他们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卖命的推销机器人。学员之所以这么容易相信这个课上的所有哲理，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像是我们之前说的，他们被鼓励所有事情都要体验，你用想是想不通的，这些事情你都需要直接体验才能知道。学员们被告知，他们之所以无法真正体验事件，是因为他们固执地依附于自己的信念，而这些信念正是阻碍直接体验的敌人。所以你一直被告知要放弃以前的信念和认知，最为纯洁的直接体验，它才是真谛。所以告诉你体验最重要，再让你玩一些体验游戏，就是这些游戏打开你的方式。而第3天就有一个很经典的心灵课程体验游戏，它叫做废墟游戏，叫废墟的一个游戏。导师呢就让我们所有的人坐在地上，然后把灯都关掉了，在黑暗之中配着一点点的那种音乐，然后呢他那个节奏会让你慢慢的心里会悲伤，然后他开始让人表述你闭上眼睛，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废墟面前，他脑子里可以背下几百句那个排比句。是谁在你小时候告诉你周末我就会带你去什么骑木马，周末我就带你去游乐园？是谁说永远爱你？他就开始描述我们的父母小时候对我们一次次的那种欺骗，他把我们生活中所有不如意的，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伤害的东西全部给你罗列出来，总有一款适合你，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那么完美的。到最后就开始有些人就嚎啕大哭，有些人就开始这样子，就这样开始弄头发，就现在就开始这样子，各种的那种。我一看这个场景真的是群魔乱舞的感觉，我当时有点吓着了。但是到后来是什么把我给打败了呢？他讲到孝道，对，我觉得孝道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说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打击了。每个人仔细想一下，如果用最高的那种孝道的那种道德标准来要求你的话，我想能达到标的人，对现代人来说的话几乎没有。他就开始讲到我们种种的对我们父母的种种的忽略，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种种的付出，他们的白发苍苍，他们如何一次一次的做好了饭冷掉了，然后我们一个电话就不去了。他又用了很长的排比句来攻击我们对老人的那种伤害，让你觉得你简直十恶不赦，你很不孝，你对老人们他们非常不爱。当时是因为我和我关系非常好的婆婆刚刚因为胰腺癌去世这一下就戳到我的泪点了，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哭得整个眼睛都哭肿，我就开始嚎啕大哭，就在那儿崩溃了。结果他突然讲完的时候是所有的音乐突然停止，他的声音突然停止，然后隔了一会儿灯啪的打开，最后导师说的一句话就是所有人不许交谈，不许发出声音，静默离开。他用很短的时间内强力的把你所有的从小到大遭遇的种种伤害、痛苦、挫折，这些沉渣垃圾全部给你搅起来，搅起来之后他不管了，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安慰。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就是让我们陷入自我怀疑。自我怀疑的时候，自我怀疑极端痛苦又没有救援的时候，那么我们唯一的就是把这个救赎放在这个课程上去依赖它，去信任它，然后就是用他的话就叫打开自己。那么呢，观众朋友们，我这里就有一个台湾某心灵课程这个游戏的录音，但是这个录音是从这个游戏中间开始了。在这录音一开始呢，你会听到这些学员在喊对不起妈妈。不管怎么说，大家听就知道了。这录音有点长，但是我想让大家多听一点，因为它真的蛮夸张的。但是不用担心，你听到一半的时候，我还是会出来的 ，OK？ 所以不用太想念我。不管怎么说 ，Let's go。是时候了，不要再压抑你自己了。待会当我说开始的时候，就让你自己100%把你心里面所有的伤心、难过、后悔、遗憾，通通完完全全的张开你的嘴，大声的告诉他：1、2、3，开始。对不起，
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啊，我真的做错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妈，我不知道怎么让你信任我，对不起，妈，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让你怎么伤心啊，对不起，我真的不是要这样子，我每天都好害怕，我好后悔，我好难过。让你自己张开你的嘴啊，把你的感觉感受全部讲出来啊！你是痛你就痛出来，你是恨你就让你自己恨出来，张你的嘴，把你身体所有的释放出来，吼出来叫出来都没有问题，就去释放你自己啊！为什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那么这一个对不起父母的环节呢，还会继续下去几分钟，后面也一样夸张。在这之后呢，导师会让你继续闭眼，让你在这个所谓的废墟中去找东西，然后你就会找到。Alright， 我就先不剧透了 ，OK， 你自己听就行了。但就记得注意听后面导师是如何让学生去看待自己的。是时候再伸出你的双手，动你的手，在这垃圾堆里面继续的挖。来，动你的手，继续的挖，继续的挖在垃圾堆里面，动你的手去挖，动你的手去挖。当你挖着挖着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面镜子。来，把这面镜子给拿起来。一拿起来，你一看，你就想到，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人，他打破对你的承诺是最多的。甚至每一次当他打破对你承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下一次会做到，我下一次一定会做到。但是到了下一次，他又打破对你的承诺，甚至他丝毫不在意，甚至他还会当作没事。而这个人是谁？没错，就看着这个镜子，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一直以来，你打破对自己的承诺是最多的，你早就对自己有很多的伤心难过，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悔恨，很多的不满。是时候了，真的100%去释放。一直以来你打破对自己的承诺，你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待会当我说开始的时候，就让你自己一边讲，100%去释放你自己。是时候了，把你所有的感觉感受都释放出来。1、2、3，开始。不要再保留了，去释放一直以来你打破对自己所有承诺，那个痛恨、那个生气、那个难过、那个失望。你要是痛，你就吼出来、叫出来；你要是难过，就让你哭出来。总而言之，就让你自己100%去释放你内心所有的感受。我恨你，我恨你，忘记你呀！你知不知道我巴不得一巴掌把你打醒？你没用，你每次都说到不做到，你每次都第一个放弃，你总是要这样子，你一说再说，你拖延，你懦弱，你没有勇气，你总是逃避。我气你呀！你这没有用的东西，你让我好失望，我好气你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继续去释放你自己，把你所有的感觉感受吼出来、叫出来、骂出来，去释放你自己。为什么都没自信？为什么要搞砸？你为什么要说到不做到？为什么？你这太过分了！我对你好失望，我对你好难过啊！根本就是让你把自己看成一个终极废物，然后疯狂的骂自己，让自己支离破碎。经过这个游戏之后，你的心就打开了，这就是这个心灵课程经常做的事情。先告诉你你自己根本不认识自己，然后告诉你你自己的认知和逻辑不重要，然后通过游戏给你一个很大的体验，让你认为因为你有这个体验，所以这个课程教你的东西都是对的。与此同时，这些游戏还会让你感到很弱小和脆弱，让你不得不讨好和投靠这个课程。那么我目前提到的这些游戏都是这个课里面其中的一些而已。这些课每天都有好几小时，甚至还有几天这个课程时长是10到13小时，所以我不可能涵盖所有事情。但有一些游戏是你要扮演你自己的父母，模仿你父母小时候对你讲话的方式，通过这个方式呢，把你心中对你父母的那些不满全部给挖掘出来。课上还有些时候又会让你做那一些类似刚刚的那一种闭眼体验情感的游戏，而且这些课程中的游戏都是上上下下的，一
些时候他们会给你很大的精神压力和自责，但有一些时候又会让你感觉到大爱和释放。就这么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心灵课程里面的课程设计就像是和一个渣男或者渣女谈恋爱一样，非常的过山车。一些关于精神控制的理论就有提到这一种先攻击你再宽容你的这一些事情，就比如那一种类型的废墟游戏的体验，让你先支离破碎之后又让你充满力量。他们会说什么你会看到一个宝箱，然后这宝箱里面有个宝石，这个宝石是你这个所有的个人特质，你把这个宝石放在你的这个胸前就会感觉到很有力，直到整颗宝石都融进你的身体里，这一刻你有个好特别的感觉，你感觉到一个完整的你，一个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的你。但是很奇怪，你刚刚不是还在讨厌自己吗？你不是刚刚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一直打破承诺的废物吗？这些课程就是这样，课程的道理逻辑上根本不需要 make sense， 他们也告诉你你不要用逻辑，这些游戏只要感觉上对，那大概就对了，如果 vibe 对的话，什么都对。所以在这个游戏让你感到自身很脆弱，需要投靠课程之后，让你感觉到释放和大爱，让你感觉你和其他学员已经是经历了痛苦的一家人之后，让你感觉老师是你的唯一的救赎者之后，在那晚上你又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红黑游戏，而这没错又是一个打压。红黑游戏的胜利条件就是你需要获得最高的分数。游戏开始前，整个课上的学生都会被分成2队，然后他们要到自己单独的房间，然后各自商量自己队要投红票还是投黑票。如果最后2队都选红票的话，那么2队会各输5分；如果2队都选黑票，那么2队都会赢，但只赢3分。如果你选红票，但另一队选黑票的话，那么你赢10分，别人输10分。如果你选黑票，另一队选红票的话，那么你输10分，别人赢10分。你 get 到了吗？你估计没有。红黑游戏的规则会被讲得很混乱，然后这是故意的。每一队就有几十个人，然后每一队要 somehow 决定出他们要投什么样的票。这么多人要决定出一件事情，非常困难，所以很多人会吵来吵去，还有些人会选择被动一些，不怎么参与。那么有些这个聪明绝顶的观众，可能听到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会说：我知道这个游戏，我知道它是关于什么。如果我去玩的话，一定很牛逼，我会告诉大家怎么玩这个游戏。但如果你去的话，你估计玩不了，因为课程会告诉你，如果你听说过这个游戏的话，你就不能参与。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游戏的话，那么让我解释一下，其实这个游戏就类似囚徒困境。 You each get 2 choices. You can cooperate or you can defect. If you both cooperate, you each get 3 coins. If one of you cooperates but the other defects, then the one who defected gets 5 coins and the other gets nothing. And if you both defect, then you each get a coin. No matter what your opponent does, your best option is always to defect. Now, if your opponent is also rational, they will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and therefore also defect. As a result, when you both act rationally, you both end up in the suboptimal situation, getting 1 coin each, when you could have gotten 3 instead. 没有错，就是这个道理。然后你要玩多轮，而不就是1轮。之后课程会发生的事情是，一些团队在玩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背叛卡，然后最后玩完，一些队伍的分数会比另一个队伍的分数高，然后那个队呢，他们就会很开心。但是在他们很开心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哈哈，你发到了我的陷阱卡。他会在那一边表情十分严肃，然后说 And he goes, what wa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game, Alec? And I go, well, it was to score the highest points possible. And he goes, say that again. What wa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game? And I go, it was to score the highest points possible. And he goes, say it one more time. You know, it was to score the highest points possible and my team, and he goes, stop it right now. When did I ever say you were on different teams? I still remember that moment. I broke down into tears. He called me a bully, which for me, being bullied was like a radical slap in the face. But what he did in that moment was he pulled out the truth. You see, I was so focused on winning that I was willing to burn it all down. The second we split into groups, I was like, us, them. It's crazy. 然后老师就会狂轰乱炸的骂很久，先是地图式的骂大家不共赢，然后就是针对式的骂一些人在这个游戏中的作为或者是不作为。导师会说，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自己的这个态度就说明了你这个人生会怎么活，不管是霸凌式的大喊大叫，还是被动式的什么都不做。他仅仅用一个游戏，一个我们还不太了解、不太很熟练了解这个规则的一个游戏，就对我们进行道德和人品上的一个评判。骂完这一些，马上下课，大家回家检讨，并且要做作业，写自己有什么反思。第二天早上回来就要分享自己的感受。那么在我读到的所有文章里面，在我采访的所有人中，他们都诉说一件事情，也就是所有人玩完这个游戏
都很沮丧，甚至一些在这之前对这个课程半信半疑的人，也在这之后打开了自己。然后第二天早上的分享会，很多人都是兴致勃勃的到台上，然后分享自己玩红黑游戏的时候发现了自己什么缺陷，然后在这个课上学到了什么，以后要怎么改进。老师也会在下面让大家鼓掌，鼓励这一些分享的人。但另一个很神秘的事情是，在我读到的所有文章和我采访的所有人中，我没有发现有一组人玩红黑游戏的时候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小组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玩对过。还有个当过这个课程助教的人和我这么说：“你有看到过任何人赢吗？就是双赢？”我想一下，没有哎，没有，我没有看过任何人赢的，对，没有。其实这个游戏就是博弈论的应用，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也很有意思的研究议题。就比如说，有些人用博弈论的角度来谈谈为什么冷战时美国和苏联会进入一种两败俱伤的军备竞赛，然后互相花很多钱造很多的核弹头，这是因为他们互相都不信任对方，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共赢。而课上告诉你，这种每次只要选共赢就好的逻辑是一个很简化的思考方式。当然，如果我们所有人类都互相信任的话，地球会变得更好，然后世界上将没有什么战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世界并不是这样运行的。有些时候你也得提防一下坏人。如果你每一次都想出红牌，然后想要共赢，然后对方是一个不在乎共赢的反社会人格，那么你还要出共赢牌吗？为什么我们人类无法在所有情况下都达成共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的话题。但课程却把这个理论当成是一个打压你的工具。这个课程的游戏都是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表面跟你说每一个游戏都是在让你体验一个新的道理，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这些游戏都遵循着时而打压时而放松的规律。但仔细分析这一点并不是这个课程的人有精力做的事情。有一个我一直没有提到的事情，就是这个课程所需要的时间非常长，前3天每天有5-6个小时，后2天有10到13个小时。 Yeah, I know， 十分的疯狂。同时你每天还有作业，所以很多人根本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很多这些办课程的地方连窗户都没，空气也十分浑浊。这超长的课时还有环境的压力都降低了你能运用自己理性思维的能力。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上上下下之后，到第4天的晚上，课程就会突然开始温和起来，老师会开始变得很 nice， 让你感觉你好像是终于成功了，终于得到了。你会玩一些关于要互相拥抱的游戏，这些游戏都会让你感觉你和周围的同学和老师都是一家人。第4天会温和，第5天也会十分温和，大家都会分享自己在课上学了什么，然后老师在第5天会推销第2阶段的课，告诉你你现在只是察觉到了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突破还有蜕变的话，那么你需要到第2阶段。第5天最后是一个毕业典礼，大家会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老师会总结这一天大家都干了什么，这个氛围呢会十分的感动。最后他会让你闭眼，然后在这个音乐的推动下面让你突然睁眼，然后你就会发现当初那个推荐你过来的那个朋友就站在你的面前。哇，感动爆了。至少很多人他们是这么说的。最后导师会告诉你，在2天之后你要参加一个嘉宾讲座，而这个嘉宾讲座你需要邀请2个朋友来一起参加，而这嘉宾讲座实际上就是一个推销大会。没有错，这个所谓的拉人从一开始就要做起了。不仅有嘉宾讲座，上完第1阶段你也必须要去一个面谈会，然后你没有猜错，这也是一个推销活动。这课程会动用一切办法来让你再交45000台币去上第2阶段。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进去前就跟我说他绝对不想上，就这样，然后就他后来就变成说原本是1对1嘛，变成2对1、3对1、4对1，后来连买的进去就一门课程的讲师都定是在跟他讲的，然后就是说服，讲到他 OK 之后，他就会把你拉到后面去，他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走吧，然后他就会带你走到后面，然后去做报名的动作跟付钱这样子。朋友们，欢迎来到进阶课程。如果你看完基础课程已经觉得很糟糕的话，那么进阶课程将会让你无法想象。在这个阶段中，导师会告诉你，他们要让你突破，所以你最后能有一个蜕变。而要突破的方式是学生在加入前根本没有意料到的。课程有5天，然后每一天都有14小时。是的，你没有听错，14小时。然后在第1天一上课的时候，我们会围一个 U 型的座位，讲师同时也换人了，然后他就一直在台下死不上台。然后我们的第1堂课就是整整看了对面的同学跟老师看了40分钟，然后是直到呢有一位同学他真的待不下去，他就是主动站到台上跟大家分享第1阶段的经历，然后还活络气氛啊，叫大家跳舞什么的。结果这时候呢，老师马上就上台了，老师的第1句就是骂他。说真的，我当下
他妈真的快吓死了。老师开始就 PUA 说那个人有多么自以为是。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课程用语开拱，反正他就是疯狂的被老师骂，然后那个女生就这样被骂哭了。然后在老师一连串的就是公示之后，那个女生她就说出了可能过去一些很可怜的身世啊，导致她今天怎么会这样。结果她全部讲完之后呢，有的同学就也跟着哭啊，就觉得哇，她的身世很悲惨。这时候呢，老师在话锋一转，给她一个深度拍拍，说她其实做很棒啊，做很好啊，很替大家关心啊，非常的体贴啊。总之，她就是骂完这个人之后，又继续再接下一个人的疮疤。然后我们前3天就是这样永无止境的一直被骂。没错，如果第一阶段还算有温和的场景的话，那么第2阶段就是不断的骂，骂完了再把你抬起来，就这样无限循环。而且这个开工不光是老师骂你，你的同学也要一起骂你，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学员站成一个 U 型的一个马蹄形，其他人呢轮流的站到正中间，每个人骂完了之后去回原位，每个人都会轮流站到这个点。每个人都会被骂，也每个人都必须骂所有人，骂也必须骂到点上。如果你没有骂到点上，如果你没在暴击你的同学内心最深处的那些事情的话，老师会说你是在出卖你的同学，出卖你的 buddy。我如果是这么去骂我的，你卑鄙，你无耻，你该死！马上导师就上来，停，李亚明，你怎么能这么虚伪？你知道现在还在你还在出卖你的朋友，你还在背叛他们，你都不希望他们好，你都不指出他们的缺点，他就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骂的不厉害，骂的不声色俱厉，骂的那种好像不歇斯底里的话，我们就过不了关。所以被骂的那个人真的是都抖成这样了。其中有些人还是自己开了好多场，是身家上亿的人，开了几百万的豪车来的人，多说客站那个地方，真的是我一下子就体会到了几十年前那场浩劫中的那种状态，就是那种被批斗的感觉。而且什么事情都能被当成被骂的开端，就连如果你是最后一个被骂的话，也可以当成被骂的原因，因为一定会有最后一个人嘛。然后之后到时候就出来说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人生就是垫底的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当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她是一个比较强悍的女生，然后她就是说我不觉得我是垫底的我常常都一直举手发言，我让他们先不行吗？就说你为什么没法接受此时此刻你就是最后一个，你就是最后一个，你就是人家不要的，你是捡人家最剩下的，在这边个大吵。所以从此之后大家都非常的害怕当最后一个，大家都会抢着要上台，抢着要去马蹄形，因为只要你没有冲出来第一个去讲话，你就会有可能会面临到像这种事情一样。你也不用担心这些老师他们会骂不到点上，因为他们还有你根本不知道的武器，也就是他们早就从其他的途径知道你真正的脆弱点是什么了。我觉得老师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弱点，是因为我们在进阶课程前我们都要写那个表，我们要填单子，对进阶课程的期望、恐惧、害怕想变更好，这些我们都有写。对啊，我觉得他们是有看了这个东西，然后去知道要怎么处理我们。这里是李雅玲记者分享自己是如何被导师攻击自己的脆弱点的。所以到了我的时候，谁骂我，我就瞪着他，我就用眼神去告诉对方我哪儿卑鄙了。你瞎说啥？就瞪着骂我的人骂不下去。后来这个导师呢就发现这个问题了。这个导师就是我说的，他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也认识有好几年了，也是我一个老大姐。平时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知性善良的一个女人。她上来就跟我说：“雅妮，你最大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故作坚强。”他就讲到我自己平时做记者中遇到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痛苦，我自己心理上的面临的一些煎熬，然后我失去我的婆婆，失去我的亲人的那些痛苦，然后我个性中的那种外刚内弱的那些东西，他就开始针对这个来指责我，我就招架不住了，因为他说的每一个点都说到点上了，所以我当时就一下子就崩溃了。我本来开始还去瞪别人的，当时我瞪不了了，然后我一下子就哭了。这下别人再骂我的时候，我就老老实实的就开始接受了。实际上这些课程不光会从你自己填写的东西上面知道你的脆弱点，其实那个把你拉进去的朋友也早就不知不觉中把你给出卖了。他的所有底子 emo 全部都会讲完吧。所以他们其实搞不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生事情，所以他们很能够去挖你，其实很能够可以讲到你的痛点。课程会不停用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理论点，就比如说负责任版本。然后如果第一阶段导师谈这个理论的时候还能有时温和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他们就会不断地用这个理论来告诉你，你人生中的一切不好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比如我们一直放的这个导师骂人的录音，它就来自第2阶段。你听听在这一段中老师是怎么用企图心这个理论来羞辱这个因为车祸迟到的学生。你嘞，所以迟到企图心嘞，那你干嘛不提早出门 ？OK 什么啦？那就面对你迟到企图心啊。那所以嘞，基于结果，你在大声我也不知道。那所以嘞，关我大声小声什么关系？那我要回什么？
就负责任啊！那怎么这句话是受害负责任？那干嘛要无限上纲？什么叫无限上纲？首先小姐你破坏承诺。是啊。对啊，那你破坏承诺不用面对。迟到去如心到底是啥小？是啥小？你他妈上完基本课程，你不懂迟到气如心哦。每个结果都是你创造的啊！是你态度真的很烂。你那么大声，我干嘛对你态度好？那你迟到那你怎么搞到人家他妈要这样对待你的？现在在检讨我。没有检讨你，谁那么无聊检讨你？你有够受害。那你要面对你迟到了。所以在第一阶段，你学到的那一些以为会帮助到自己的道理，都会在第二阶段马上转换矛头，变成攻击你的工具。然后别忘了，这个课程每天都要上14个小时，而上完课还没有结束，你还要做作业。而如果你作业写的不多的话，你上课时候也会被骂。这里是进阶课程第1天的作业，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打击我最深最痛的回应是，然后括号写满2页。第二题，你要写出20次你要求别人爱，然后被拒绝的经验。Bro， 什么人会有这种经验20次？这个是世界上最大舔狗，真的。第3道题，你要写20次别人向我要求爱，而我拒绝他们的经验。哇，这是什么？你刚刚是舔狗，现在你是花花公子，然后blah blah blah一大堆。不管怎么说，你要把这些作业都写满写全，要不然下一个被开工了呢，就是你了。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按照要求写出这么多东西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陷阱，他们就是在造一个可以继续骂你的理由。而且我们要睡很少，因为我们第2天早上被检讨功课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干我们第3天后面我们功课一定要写好写满，就是这功课还让你睡更少。对，那个功课真的哇，花很久时间写。而且在这个课上，如果你想随时上厕所的话，都不可以。不能上厕所这件事情真的太痛苦了，害我都不敢喝水。然后还有人说什么你要是出去就会被抓回来之类的。不能上厕所的会有多久啊？几个小时？有些时候就不一定啊。像比如说，有时候睡玩到5-6个小时都有啊。他的点是说，想上厕所只是你拿来逃避的借口而已，你只是不想去面对，所以才有想上厕所这件事情。我在采访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例子，然后这个例子让我十分的难受。有一个女生，她就是有讲到说，小时候可能都会被同学骂胖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有一句话，因为是台语，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大口袋茶菇菜之类的。一讲这句话之后，大家就全部也讲这句话，因为 maybe 这句话是影响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句话，然后就讲这句话，然后大家也一直疯狂讲这句话去刺激这个女生，刺激到她哭，类似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要她哭，然后去面对，然后去接受，然后其实有点像是要她去过这个坎，然后她真的哭出来之后，释放出来之后，再接受不堪的自己这种感觉。我完全理解这个崩溃，因为我看到那些男人，30-40岁的成熟男人，管理着上千人的员工，身家上亿的男人，都在那个地方瑟瑟发抖啊，泪流满面啊。我这种被人们吐过口水、打过耳光、悬赏买过人头的人，我都最后都在那哭得崩溃了。所以我也请求那些网友们，有没有经过我们这个过程，你不要轻易的去下判断。如果你到了那个环境下，你可能比我们崩溃的更快。你不要以为你就很坚强，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柔弱的那个方面，都会有自己不如意的那个方面。感召你的这个人，他一定知道你的七寸，知道你的软肋在哪个地方，那么他会打败你，直接把刀就插在你的七寸上去，你到了那个环节一样会崩溃。所以这个课程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这些学生为什么会忍耐下去？那么当然有不忍耐的人，就比如说艾丽莎莎，她在上第2阶段的第1天，刚被试图开工一下，她就不忍了，然后就走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和艾丽莎莎一样，很多学员他们之所以待下去，是因为他们相信课程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面相信课程上面自己被这样的疯狂打压和摧毁，是为了最后自己会被重新铸造起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经过了基础课程多天的洗礼，他们已经相信了这一种做法是没问题的了，即使他们当下都觉得很难受。而且也别忘了，参与这些课程的人都是被自己的朋友推荐的，有时这些学员他们还会问问自己的朋友这阶段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的朋友会告诉他们，他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一个极大的收获，因为在后面他们就会获得一个蜕变，所以只要忍下去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继续留下去，然后继续接受这些疯狂的精神虐待。那么当然进阶课程也有自己的游戏和环节，就比如说有一个游戏叫做救生艇，在这个游戏上面课程要你假装你在一个沉没的船上，然后你要救你周围的同学，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要么会死，因为没有人想救你，你个废物，要么你是活着，但是你没有成功救出所有的人，你竟然连大家都救不了，你个废物。反正课程又会用
种这个游戏让你感觉你自己很糟糕，还有一些游戏让你讲出你自己的秘密。那时候老师要我们闭眼举手，像是说如果你有吸毒啊、杀过人、堕胎，然后被性侵过的人，然后都要一一举手，诸如此类的。然后那时候真的太好奇了，我有偷偷的张开眼睛看有谁杀过人。总之就是这样，大家秘密就是都会知道，但只要是有说出来的，最后都会被老师给奖励，也就是鼓励说啊，我们很棒，我们这样愿意分享，也会让下一个人也愿意分享自己的一些可怜的经历。所以你在经历了几天的开工还有精神虐待之后，唯一获得老师这个救赎者的认可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内心中的秘密在所有人面前讲出来。所以这个女孩就哭得很伤心，在那个会上就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整个家的隐私都暴露出去了，也包括她的堕胎经历，啥都讲出去了。我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啊，这些话题是不能够在这种公众场合去讲的。我就知道了，这个课程是完全没有任何这种隐私保障的，我们不能这么傻。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他就去发泄了，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抖干净了。那么后续谁来保障他？万一被人掌握了这些东西，就敲诈勒索你呢？这种做法和咨商，比如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合格的咨商师从来不会逼你去讲出什么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会要你按照你自己愿意的节奏去分享，他们也不会 manipulate 你，给你创造一个高压的环境，精神恍惚、极度自责的环境，来让你最后只能通过分享最深层次的秘密的方式来获取他们的正面认可，而且还是在一群不能保障你隐私的其他人面前分享自己的秘密。这就不是在咨商中会发生的事情。咨商师最需要遵守的守则就是不能伤害个案，还有保护你的隐私。所以我真的认为这种心灵课程十分缺德，他们自己曲解那一些咨商的理论，然后用着比常规咨商激烈几百倍的工具，但是到最后什么保障都不给，什么原则也不遵守，而且还比咨商要贵。 It's fucking crazy, OK？ 但是别担心，在骂了你这么久之后，在第3天老师就会突然开始转变自己的态度。第2阶段，他的前几天就这样嘛，先攻击我们，然后到后面呢，他会很像一个拯救者，他会开始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很棒，我们要接受自己啊，这些。当下呢，我真的觉得，干这个课程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让我知道我这么差，但是我还是值得被爱的，我还是有这么多人都是愿意接纳我的。然后呢，老师会讲一个关于海星的故事，来给第3阶段的这个拉人来做一个铺垫。老师那时候就讲emo跟海星的小故事，然后也开始说自己为什么想要当这些课程的老师，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也希望再也不要有进阶课程了，因为这真的太痛苦了。然后当下全班就哭。痛苦不是他造成的吗？无缘无故，啥意思啊？当下很感动哎。那么这个海星故事是什么呢？我来说一个简短版。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在海滩上把海星一个个丢回到海中，一个路过的老人感到十分困惑，就和小男孩说：哈哈，你个耳鼻卵子，你看不到这里有几百万个海星吗？你现在做的事情啥鸡巴毛用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老人哪里来的 OK， 虚构故事 OK， 一个虚构的村庄 Alright， 小男孩一声不哼又去捡了一个海星，把它丢到海里，然后他对老人说：你看，至少这只海星。然后他对老人说：你看，至少这只海星的命运完全改变了。哇，太牛逼了，太感动了。那么剧透一下，第3阶段课程中会叫你拉人，而你拉进来的人呢，就叫做海星。太棒了 guys， 我们都是救世主，各位救世主。第4天是进阶课程最关键的一天，在这一天你会根据你的个人特质被老师分配一个角色，然后你在那一整天的任务就是要去租衣服，然后晚上回来要表演这个角色。那么我很想告诉你都有什么样不同的角色，但是我得很诚实的和你说，每一次我采访别人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都在打瞌睡，因为这些不同角色的名字都中二到爆了。好像有一个什么角色叫做什么红内裤，这个角色是分配给那一些比较闷骚然后不爱说话的那种男生的，所以到时候你在上台表演就要先表演这个闷骚的版本，这一个原本的自己，然后之后呢你要突然来一个蜕变，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掉，直到你只剩下一个红内裤。 Yeah, I don't know, OK， 甚至有人表演这一个角色表演到全裸过。 I mean look， 我知道因为是男生，所以有些人可能听到这个就觉得哈哈有点搞笑，但别忘了这个课程的高压状况，你一直被骂，睡觉少，精神恍惚，巴拉巴拉一大堆。如
如果一个女生在经历这种高压状态下，被告知她要表演这种角色，最后她脱到全裸，我们还会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好笑吗？我们可能会很惊恐，然后开始检讨这课程在这种高压环境的酝酿下，让学员做出这种事情是否是道德的。当然你先别急 ，OK， 因为如果你是女性的话，那么的确有角色是专门给你的，其中就有一个角色就叫做包租婆。那我们班有些女生她们被指派的角色呢是要表演多重性高潮，我现在自己讲出来我都觉得超级不合理，就是这么私密的事要怎么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多重性高潮不就音叫吗？然后唱他们就叫不出来，然后大家就会一直说，就鼓励他们叫啊叫啊什么之类的，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叫，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叫一下示范一下，然后再叫他们让他们叫什么之类的，反正他们就是会逼迫到当事人一定要有叫这样。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女生还哭了，因为觉得被逼迫就很羞耻之类的吧，但她还是叫，就叫了之后就哭这样子，哭了，她就不想叫啊，可是不叫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就是你就没办法继续啊，你得叫，叫完之后就哭了。Yeah, it's very fucked up. 但这是少部分人的体验，大部分人的体验都是好的。在这些学生在台上卖力表演时，灯就会突然关掉，这就代表你过关了，这就代表你终于成功蜕变了。然后你就会躺在地上，随着音乐的响起，被周围的同学慢慢的抬起来。这几天巨大的精神压力就在这一刻全部都烟消雾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每天10几小时不停的开工，不停的自责，每天通过不同方式都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废物。但在这一刻，在你被同学慢慢抬起来的同时，你感觉你终于到达了彼岸，你终于成功了，你终于卸下了所有的护甲，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了一个自信的人，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然后你终于活出了那一个最最真实的自己。这上完课的那个正能量，是你知道说原来什么叫做我现在叫活在当下，类似这种感觉。你会听到一些你原本就知道的词，只是当它都在一起，跟你上完课你的体验不一样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叫活在当下。我现在的开心是真的开心，不是假装开心。我懂你意思。我有一个大姐，然后她是一个企业家，3阶课程上完之后要捐家产，她最后捐了3000万。These seminars promise participants a powerful experience they refer to as a transformation. And to achieve this transformation, they put people through day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using exercises and interactions to generate high levels of guilt, shame, inadequacy, uncertainty, and fear. Because some of you are very stupid. I pushed the right button. Don't worry. I'll get the same response every time. And then, on the final day when participants graduate, the stress is removed and replaced with love, acceptance, affirmation, and renewal. In 1987, there was an article written by Morton Lieberman, and his comment was, there's no reason to assume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we've so far been able to gather that large group awareness training could not create psychiatric risk in some. What is clearly lacking, however, is a coherent theory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at takes place in the trainings and these symptoms. So at the time, they had noticed that there were these things going on, but they were kind of like, there's no way to really explain how they're related. 他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他让我登录他们一个论坛，这个论坛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求助，其中就有多例自残和自杀的案例。这个学员跟我是应该是同校同学，是校友了，从里面一出来就直接跑到我们火车北站一个叫洞子口的一个地方，铁轨上去撞火车自杀了。很多上这个课的人都会说自己上完课之后感觉到自己完全变了，他们不仅变得更加自信、放得开、社牛，还变得更加有活力、果断、大爱和开心。甚至还有人提到，他们感觉这是自己活了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活了过来，第一次理解到了什么才是人生还有快乐的真谛。很多人会把上完课的这个绝佳体验当成是这个课程有用，然后自己蜕变成功的最高证明。我感觉这么好，说明我一定是变得更好了，说明蜕变是存在的，也说明
明这个课是一定有用的，要不然还有什么事情能解释我现在的这种情绪状态呢？ Well， 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文献，如果有文献能够显示参与这些心灵课程的人人生的确改变了的话，那么也许你是真的蜕变了，也说不定。那么关于这个主题，历史上唯一一个有同行评审并且发布在期刊的文章是这一则来自 Fisher 等人1989年的文献，他们将135个 Forum 这个 LGAT 的参与者和73名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参与者分别在上课前的4到6周、上课后的4到6周以及上课后的18个月完成了详细的问卷调查，然后研究者评估了多项指标，包括感知控制、生活满意度、日常因应社会功能、正负向情绪以及自尊等等。最后关于结果，研究者这么说：很明显，在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或者世界观相关的面向，并没有出现显著的重大变化。事实上，除了短期多变量分析中的感知控制的结果外，其余没有任何面向呈现显著的正面影响。而这个感知控制意味着仅仅是你认为你人生中的多少结果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还有多少是来源于自身的行为。那么参与完这种会疯狂对你喊人生一切都是你的责任的课程后，你的感知控制会提升，也不让人惊讶。但让人惊讶的是，除了这个以外的其他指标，生活满意度、日常阴影、正负面情绪等等，在4到6周后都没发现和参加课程前有什么显著变化。所以那些人上了这个课程，就真的只是获得了一个上完课很嗨的感觉吗？这个上完课的嗨到底是什么？这个很嗨、很爽、很开心、很释放的感觉，真的是证明这个课程有用的信号吗？还是也许这个嗨的感觉能有其他的解释？其他的解释的确是存在的。接下来我就想介绍一个心理学理论，一个假说。但要说这个理论，我们得首先介绍一位心理学博士 John Hunter， 介绍他是怎么自己碰上这些 LGAT， 然后开始这个研究的。John Hunter 在2003年进入了一个躁期，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躁狂是什么，他只觉得自己突然很高能量、很自信、很有创作灵感，而且能够不睡觉，还可以很有活力。甚至那时他一度觉得自己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宗教体验。My experience was so compelling, so convincing, so real that I quit my job and began working for the church. For months, I was on a spiritual high, but 3 months after the encounter, I sank into the most agonizing depression of my life. It turns out that what I'd been through was not a religious experience. It was a manic episode. This is the elevated side of the bipolar disorder mood spectrum. 双向情感障碍症也叫做躁郁症。一些中文圈的观众对躁郁症这个词总是有很多的误解，很多人看到躁郁症有躁这个字，就觉得这个病的主题是关于生气、脾气不好和暴力，但是这个理解并不正确。双向情感障碍这个词可能会更加直观一点，因为这个病的最大特征就是心情的两极性。患者有2种会发作的周期，躁期和郁期。在躁期，你会感觉世界很美好，自己很有活力，开始自信爆表、灵感爆发等等等等。但郁期可能会让你近乎无法动弹，自我厌恶、内心空虚、伤心、难过，甚至可能让你有轻生的念头，并且这些周期的持续时间并不是前1分钟亢奋，后1分钟抑郁，这也是不少人有的误解。很多人的躁期和郁期可以是几周，甚至几个月。躁期也分为2种，重躁和轻躁，区别只是严重程度。重躁会严重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除了有巨高的能量，可能连睡觉都不需要以外，一些人也会有一些宗教妄想，比如以为自己是神的转世，或者是上帝在和自己沟通等等。轻躁则没有这么严重，但你还是会自我膨胀，感觉高能量、高动力、自信、亢奋，自认为充满创意、冲动、心快和健谈等等。一些双向障碍的人会有重躁，但另外一些人只会体验轻躁。双向障碍也有很高的遗传因素。在 John Hunter 2003年被确诊双向之后，他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躁期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触发，所以他可以避免再发。 And the literature is quite clear. So 3 of the major triggers, environmental triggers for a manic episode are psychological stress, sleep disruption, which is actually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then another one was goal attainment. So effectively reaching a goal or removing something stressful that you've been striving towards often leads to manic or hypermanic episodes. 好巧不巧的是，在2010年 John Hunter 入职了一个新的工作，而这个新工作的新人培训要求就有让你去参加一个心灵课程。 My interpretation of what was going on over that 4 days was that the exercises,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were designed to generate as much guilt, shame, inadequacy, humiliation as possible, and people were breaking down
constantly. So somebody who knows that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sleep disruption are major triggers, I was sitting there very, very cautious and very much watching what was going on. And my only goal was to not have a relapse. You know, I didn't want to lose this job. I had a home to pay off in Johannesburg. So I was trying to kind of figure out how to manage this, but there's not really time to kind of do that in that environment. So I just wanted to kind of get through it, try to be as stable as I could, and then make any big decisions afterwards. So for 3 days, I was like, this is massive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then sleep disruption. And then on the final day, it was the clearest kind of case of goal attainment I'd ever seen. You know, the mood was switched from one of being incredibly oppressive to one of being love, acceptance, affirmation, joy. You've graduated, you're wonderful, you're one of us. But what I saw amongst,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the participants that were there was what I would describe as hypomanic symptoms. So not full mania, but really euphoric, laughing, smiling, dancing, super confident. People said to me afterwards that they had slept 2 hours the night before and they felt amazingly energized, which is just very kind of clear. 作为自己有双向障碍并且研究这个事情的人 ，John Hunter 对这些参与者的变化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在上课前的这一些一大批看似健康的人，在上课完之后表现得像是自己有清躁一样 And then I later went to read about, you know, hundreds and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examples of what people were explaining they went through. And it aligned perfectly with hypomania. Hypomania's got a very specific fingerprint. It's not just feeling happy. So it's kind of a combination of things. So you see euphoria, you see like excessive confidence, impulsive behavior, sociability, increased energy, increased productivity, creativity. They may say to people, you know, you'll be more decisive. They won't say you'll be impulsive, they'll say you'll be decisive. But if you actually look at the behavior of some people that are spending huge amounts of money immediately afterwards, quite recklessly. 我有一个大姐，然后她是一个企业家，3节课程上完之后要捐家产，最后捐了3000万。Or getting divorced immediately afterwards, as a number of people at our organization did. That's incredibly impulsive. But they'll say you'll be more decisive. 这一些体验，如果你在网上搜的话，你也可以搜到很多参与这些课程的人的朋友都会在网上说，自己的朋友参与完这个课程之后，就变得无比亢奋和假正能量。甚至你还可以看到有不少人说，自己的伴侣上完这个课就和自己提出了离婚。像这种类型的冲动行为，在 LGAT 参与者中都有数不胜数的记载。来自 Margaret Singer， 在这之后，参与者表示棒极了，并经历了一种持续数天的情感高峰。一些人说，他们不得不使用特殊的稳定心情的方法，才能在这种超凡性的体验之后回归正常生活。所以看起来很多参与者参加这些 LGAT 获得的结果和清躁的症状是很类似的。这事情引起了 John Hunter 的很大兴趣，于是他就开始深入研究这背后的关系。他回到了大学，并且一路从学士学位攻读心理学到博士学位，并在2017年完成了自己500页的博士论文。2022年发布了自己的结果到期刊，并且在最近上架了自己的书籍 Manufacturing Mania。这书讲的就是健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类似清躁的症状，以及这些情绪会如何影响他们解读不同的体验，包括一些宗教体验。To summarize some of the key ideas, there's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elevated dopamine signaling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hypomania and mania. There's other research that shows that psychological stress followed by reward plausibly results in elevated dopamine activity. And these rewards would include social rewards like love, forgiveness, affirmation, renewal,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LGATs use a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followed by social reward, and they elicit transformations with indicators that align with hypomania and mania, or, stated differently, elevated dopamine signaling. 当然，这是一个十分简化的论证版本。如果你想看它完整论证的话，你可以去看它500页的 PhD 论文，里边更详细的提到了压力和多巴胺的关系，什么样的压力会提升多巴胺，或者用另一种更确切的方式说，什么样的情况会让 Panksepp 大脑情绪系统理论下的 Seeking 系统高度激活，而这激活的状态和躁狂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共同点？这论文还集结了上百个关于 LGAT 的资料来源，它通过主题分析聚集出了来自不同课程
What dopamine does is dopamine really colors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an activity to make it more pleasurable. 许多参与者上完课说，他们上完课之后看世界的方式就完全改变了，不光是看自己都觉得更加自爱，甚至对于其他人，对于未来会如何发展，都有了更正向和更乐观的看法。一名参与者兴奋地说，我感觉无比自由，所有的束缚都消失了，这个世界属于我，一切皆有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参与者的客观情况都没有改变，改变的仅仅只是他们看世界的方式而已。第二，新快感。这上完课的那个正能量，是你知道说，原来什么叫做我现在叫活在当下，类似这种感觉。你会听到一些你原本就知道的词，只是当它都在一起，跟你上完课你的体验不一样之后，你才知道，哦，这个叫活在当下。我现在的开心是真的开心，不是嘿嘿嘿假装开心。我懂你意思。很多人上完课会感受到 euphoria。euphoria 这个词中文有点难解释，但直译过来是心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带有很大的满足感，让你幸福满意的巨大喜悦。就比如说，如果你高考结束，然后假设你没有完全考砸的话，那么那个考完的释放的那个开心的感觉，也许是 euphoric 的。但别问我，因为我没有高考过。那种内心的平静，感觉人生一切都恰到好处的幸福和满足感，你们应该 get 得到吧 ？Right？ 你们都有体验过，对吧？我希望这个是大家都体验过。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的话，我很遗憾。OK，I'm sorry。也许你可以考虑去高考一下。三是动力、能量还有生产力的提升。很多人在上完课之后会觉得自己有更多能量，每天能做到更多事情，并且做什么事情都兴致勃勃，甚至有人连睡觉的需求都会减少。有几位学员表示，他们只睡了4到5个小时，但醒来时却比平时睡8到9个小时还要感觉更有活力，更充满能量。第四是自信。很多从来不是很外向，怕说出自己观点的那些人，却会变得十分社牛，变得可以滔滔不绝，并且开始不畏惧地表达自己。还有一些人上完了课，也会感觉他们能够做到任何他们想要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面对一切，征服世界，然后成为人生的大王。第五是果断和冲动性。在其中一天的课程中，有一个叫做捐赠的喜悦的环节，据说有一些人在这个环节情绪高昂到直接开出1万美元的支票捐给课程。这个例子我们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就比如说那个上完了课捐了3000万台币的人，如果你不懂台币的话，那是100万美元。Yeah, that's crazy。或者是有很多人会借钱给未来学员们，让他们来上课。还有像我们之前说的，不少人表示他们的伴侣上完心灵课程之后，就马上决定跟他们离婚 ，which is 非常的冲动。第六，灵感和创造性。我知道这听起来一定很荒唐，他说，但我这辈子从未有这样的经历，无论是酒精、药物，或是单纯的灵感恩赐，都不曾让我的想象力像昨晚那样奔涌而出，如此的自由奔放。没错，很多人上完了这个课之后，会感觉到自己的艺术灵感、想象能力都提高了，能够看到世间万物更多的联系，能想出很多不曾想到的独创的想法。所以很多人上完了课，会觉得他们之所以有上述的这些状态，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一个蜕变。但就根据我们刚刚说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课程会通过先给巨大压力，再给奖励的方式，让你的多巴胺上升，而学员最后体验到了那一些类似嗨了的感受，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多巴胺上升的结果，而不是这个课程本身有什么特殊的魔力。没有魔力不说，有时这些课程还是危险的。第七是有时的精神失常。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这个视频1个小时之前左右，我们有提到一些人参与 Livestream 之后的精神失常事件，比如以为自己能控制交通信号灯，以为自己成为了课程的导师，以为上帝告诉他自己要牺牲自己的婴儿子。而 John Hunter 指出，这种类型的症状可能也和多巴胺的提升有关。同时也有证据指出，一些 ELGAT 的参与者并不是只是感觉到嗨，然后就恢复正常了。有些人在嗨完了之后，情绪会降到比之前更低落的地方。这位参与者就说，我很困惑，其实我在上课时大部分时间都很困惑，现在也是。星期一我感觉非常棒，真的非常棒，而昨天我却比这几年来任何时候都更抑郁。本来今天早上感觉很好，但下午却糟透了。我知道生活本该就像过山车一样有起有落，但我不得不说，上完课了之后，我感觉这太过头了。还有一位学员说，我的丈夫
表现得异常亢奋和激动，然后他变得非常抑郁。他之后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惊恐发作。最后，不同的基因、人生经历，还有不同人在课上的不同主观感受，也会让一些人无法承受这些 LGAT 的压力。而在参与 LGAT 之后，抑郁或者自杀的案例，从50年前到现在也不是少数。那么，如果 LGAT 所导致的这些情绪结果不是蜕变导致的，而单纯是一种高压之后再高奖励，然后多巴胺上升的反应的话，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员把这个状态解读成是一种崇高的蜕变，解读成是自己改变了呢？这是因为我们如何诠释一个不寻常的情绪状态和我们本来已知的事情有关。你要是不知道如何解释某一些不寻常的情绪的话，那么你会看你周围的环境是怎么解释它的。举个例子，在一些地方，有些人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思觉失调，然后如果有一天他们自己体验到了一些幻视幻听的症状，他们可能会受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把这个症状理解成中邪而不是思觉失调，然后他们会去收经驱邪而不是去找精神科医生。而这些心灵课程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他们早从一开始就给这个嗨的感觉偷偷铺垫好了解读方向。比如他们一直告诉你，你要自己全身心投入才能蜕变，你朋友和你说你要待下去才能获得一个突破，然后你的体验会十分的好，所以你才会忍受着被开工的巨大压力一直待下去，就是为了最后的这个所谓的胜利。你其实早就从一开始就被灌输你到时候该如何诠释这个体验了。然后当你压力突然释放，被周围同学慢慢抬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想，哇，这感觉真好，这难道就是蜕变吗？哇，我现在感觉好轻松好自信，我感觉我终于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Bro， 我一辈子都没有这种体验过。原来我的朋友们他们说的是真的，原来这个课程真的需要自己体验才行。不行，这个课程太厉害了，这种课程不能只有我来上，所有人都应该感受到我这个体验，所有人都应该来经历这个蜕变。第3阶段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拉人，它不像1、2阶段啊，都为期5天而已，它是为期100天的课程。那在这之间，你总共要完成3件事。第一个就是要每周做社会服务，像是关怀老人，然后要对社会做一些贡献。再来呢，就是要完成自己的3个个人目标。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承诺做出3颗海星，就是你要拉3个人。在你获得了那个很嗨的感受，并且参加完第2阶段的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就会让你上第3阶段，继续突破，并将你学到的东西用在你的生活中。而这下又是3万多台币。如果我们看某心灵课程第3阶段的营销页面，你就可以看到这第3阶段全是关于贡献和付出。在这100天，你有3个事情要做：做公益，达成自己的个人目标，还有拉人。什么系篮除了拉人，竟然还要做公益？是的，毕竟如果课程光教你拉人的话，那么的确是太明显了。但如果在这拉人同时夹杂其他的活动的话，那么至少你还会想，哇，我竟然在做公益，帮助别人，看来我真的是在改变世界啊！这个课程真的是太棒了，这个课程怎么会有问题呢？但这是我的观点，这种课程让你付3个阶段，一共10万多台币的钱，他们的真实初衷是否是这样？这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课程一开始就会让你承诺，你在这100天里会拉多少个人进来，一般来说最少3个。然后第3阶段呢，我们通常都是分组进行，那大家在每组里面的每一周至少要推1个人进来，才算是这个小组胜利。那如果你没有拉到人的话，就是要被检讨。但我们那个时候呢，也已经变成他们的形状了，我当下也不会觉得说，哇，我在做业绩什么。而这检讨就是用之前课程中学到的那些道理，然后转换矛头来对付你。当下这100天是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牵扯到是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不做到海星，你用第1阶段的课程角度，不就是你没有企图心吗？你没有100%啊，你并没有在做啊，你没有在付出啊，你没有在贡献啊，就是全部是可以连贯在一起。海星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攸关到你平常的做人处事啊，刚甚至有人为了要做也会去找游民啊，就直接在路上喊说什么有没有人要上免费的课程、5天的课程之类，就变成说是会用买海星的方式，所以各种方式都会做。拉到人还好，但如果你拉不到人，甚至如果你不想继续上课了的话，那么可能会有人直接找到你家门口。当有人跳船的时候，大家会疯狂的去拉他，把他拉回来，这样想尽办法，可能会想要去他家或是他公司啊，就想尽办法把他拉回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之类的。去他公司。就是去鼓励他，去找他，去人家公司找他，就只能叫他下来啊，我在楼下之类的。
或者去家里也是会这样。对啊，因为可能就引入不到人，然后你就会逃避躲起来，电话讯息都不想回。那自己的那种所谓的里程家人就会去找你到底怎么了，你还好吗？去关心，就会都不会可能跑去家里找你这样。还有参与者告诉我，有人在这一阶段不来上课，甚至会被问警卫、问邻居、打给警察，还有找锁匠过来。课程也会利用你在上课完之后这个很嗨的感觉，来让你拉更多人。With large group awareness trainings, I mean, I think that they've kind of timed it quite nicely. They end on a Sunday. Their graduation/recruitment is on the Tuesday. So that gives graduates enough time to go out and find as many people as they can, but also not too much time that the high wears off. 第二阶段活士能量最高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是最好拉人的时候。第三阶段的第一周末，那时候还有一个黄金18小的游戏，它是会在礼拜六的时候 ，maybe 可能6、7点就下课，然后从明天下午1、2点上课，给我们18小时，然后就是看谁可以得到最多颗海星。甚至当老板开公司的，也经常会拉自己的员工进来，因为其实会来上这些3阶段的很多都是老板自行创业的创业家。那这些老板其实进来要做这些海星非常的容易，他就叫他的下属进来就好，超多的好了。我在这里碰到很多就是那种中产阶级的老板，台湾的一些中型连锁餐厅的老板，就叫自己的店长去上课啊，或是一些医美集团啊，超多的啊。我们团员开始上这个课之后，广为流传，等于是这个心灵课程的一个发源地。陆续有很多工作人员以及团员是依序去的。在我看来，这些拉人并不是只是给课程带来更多顾客而已，不，在我看来，这也是这些课程巩固现有学员信仰的方法。炒迪尼的心理学理论就指出，当人做出一些行动的时候，就像是对自己证明我是相信这个东西的。大脑为了避免出现认知失调，所以你在拉完人之后，会很难再改变自己对课程的认知，因为你会开始潜移默化的认为，我都拉人进来了，那我肯定是很信这个东西的，这个课程是不可能坏的。炒迪尼也指出，人也会想保持自己形象的一致性，不想对外看上去前后不一，所以如果你对外界展示你拉了人进来，那么你也会潜意识的碍于形象，开始更加相信这个课程。所以拉人不仅给这个课程带来了更多的顾客，拉人反而也是这个课程把你和他们完全锁死的方式。而且很多人上了这个课，会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拉进来，这时候如果你要拖出这套哲学、这些理论、这个环境的话，那就更困难了，因为现在你的社交圈都在里面了，你和你的战友在同一个信仰中互相努力，互相开心，互相流泪，互相创造出了回忆，最后你和他们巩固了感情，而且这感情还可能是你这辈子都没有过的。因为一些人在自己原本的人生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倾诉内心的声音，即使在课上这些倾诉最后会被利用，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放开自己。一些人也在自己人生中很少感觉到自己一直做出的奋斗是有意义的，每一天朝9晚5的工作并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在为社区、为这个世界在做出任何改变，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 matter 过。但这课程尤其在这一个阶段让他们感觉到自己非常重要。虽然在我们外人看来他们就是在给课程当免费推销员，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课程早就说服了他们，推销课程是在帮助改变世界，他们非常真心的认为自己就是在一步一步的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这种让自己感觉到如此重要的课程又怎么会是坏东西呢？这种一群朋友和你在一起一起奋斗过的环境怎么会是有问题的呢？而如果反过来想，如果这课程有问题，如果这课程基于的是不知情同意、双重企图和蒙蔽，那你把你的朋友都拉了进来，这又说明你自己是什么人呢？一个分不清是非的蠢货，一个害了自己朋友的坏人，一个没搞清楚情况却又在这种团体中掏心掏肺、痛哭流涕、卸下过内心一切防备的白痴。而你的那些体验又意味着什么呢？你流下过的那些眼泪也是假的吗？你感受过的那种自信、狂喜，那些突然获得的能量、放松感和开心也是假的吗？很多人鄙视你上这个课，他们觉得你是在花钱找骂，你本来嗤之以鼻，觉得他们只是没有体验过，所以不懂。但如果这课程真有问题，那这又代表那些人他们是正确的吗？那些用言语攻击、耻笑你的人，难道他们是正确的吗？再说，就算你走出来对世界说，是的，我被误导了，那你真的会被同情吗？还是你只会听到你活该罢了，早就跟你说了，谁叫你不听，等等等等。意识到自己被利用，并对自己承认自己某程度被误导，本来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外界的耻笑心态让这种事情更是难上加难。当醒来的代价如此之高，当醒来意味着你会被 victim blame 和耻笑，
那你又有什么理由需要醒过来呢？其实有多少人看这个影片看到现在，会一直感觉这些被这个课程骗的人都是蠢货，然后他们很可悲。我得承认，我做这期影片这么久，我有些时候也会难免这么想，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些有巨大公众声量的人，他们不仅不保持沉默，反而接二连三赶着制作不同影片，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要透明，但课程里面到底确切发生什么，却什么都讲不出来，甚至一些人还能说出这种蠢话。既然要花这么多钱去上这个课，为什么不去找咨商师？这样子的课程它是团体的，但我之前也有上过1对1的，我觉得它也蛮像咨商的，所以是选择问题的问题。就跟为了健康，你为什么要去健身房？我也可以吃保健食品的。对，我在发布这一期影片之前，还试着直接在 Thread 上面对这群人质问，但到影片发布之前，我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啊，对了，除了这个。所以很抱歉，我试着深挖我的内心，但我找不出任何的同理心来给这群人更多的台阶下。但普罗大众不是公众人物，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声量来去影响本来信任他们的观众，他们根本就没有观众，他们有的只有自己被拉去上课的体验，以及也许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的迷失感。同理心在这个情况下重要，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应该无条件的成为圣母。同理心在这个情况下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先开阔我们自己的心胸，那我们就会看不到我们真的需要检讨的东西，也就是这个课程。在另一方面，同理心也并不马上代表你在怜悯弱者、怜悯蠢货。同理心做的事情是邀请你暂停，想一想，如果你被你信任的好朋友告知一个课程改变了他的人生，如果你看到一个课程有你喜欢的网红参加，如果你被你的老板告知要求去参加一个课程，那么你真的会这么容易的去说不吗？而且你有多确定，如果你进去了，你就能看透一切手法？这影片的研究花了我4个月，这些 LGAT 的历史、内幕的整理、手法的叙述，就花了这个影片2个小时的片时。而在我这影片之前，在中文圈这方面的详细资源整合是少之又少，所以指望所有人都能看透这些事情是很不现实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别怪罪这一些参与者，而是试着给别人科普很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有理智思考能力的，他们并不是所谓的蠢货，他们缺少的仅仅是必要的信息而已。而这些必要的信息之所以不流通，就是因为这些课程从头到尾告诉这些学员不要说里面发生什么导致了。如果那些课程参与者在上课前有看过我这一期影片，那你觉得他们还会去上课吗？我真的认为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没有多少人有这么头铁，会心甘情愿的在知道所有信息的前提下，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中。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是课程创造出了条件，让潜在参与者无法知道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是课程创造出的非知情同意，才能让这些课继续延续下去。从50年前到今天，课程告诉学员不要分享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让你分享你的体验，导致最后参加这个课程的人，没有几个人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没几个人知道这课程里面玩的是什么游戏，也就没人能分析这里面的心理学手法都是什么，没几个人会知道这课程的第2阶段是要干什么，他们也就不能上课前得知这第2阶段就是要疯狂开弓互骂，直到你精神崩溃，也没有几个人会知道这个课程的第3阶段是要你自己去免费拉人，拉不到人还会被一直骚扰到自己的公司楼下，骚扰到自己的家门口。是课程创造出的条件，让这些科普变得困难，才会最后让这么多人跑去上课。所以说这个议题重要的根本不是某些人他们上完课之后的这个最终体验是什么，这个议题重要的是讨论这种基于非知情同意的课程是否是道德的，这个议题重要的是大众开始讨论，司法机关开始审视这种使用不同心理工具但导师却没有心理师执照的课程是否是合法的。有些上完课的人看到这一边，可能还是会很头铁的说啊不是啊，我的体验就是很好啊，对我来说就是有帮助啊，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体验是好的呀。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 I don't give a fuck。 你可以去自认为你这个体验是好的，这随便你，但这不代表这个课程是道德的。你在这课程里面的感受可以是真的，但这不代表这课程是道德的。那个在课程里面对陌生人敞开心扉的你可以是可敬的，但这不代表这个课程是道德的。你在课程里面痛哭流涕，感觉自己进化了，感觉自己蜕变了，这些体验你都可以认为是真的，他们也可以是 valid 的，但这还是不代表这课程是道德的。因为你感觉你体验好，不代表这课程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因为这个课程能进行下去，依赖的最大的就是非知情同意，这点就是不道德的，这就是需要被揭发和审视的。其实在我看来，很多被拉进去上这个课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受害者。但很讽刺的是，像我们提到的，课程早就给他们灌输的事情是，他们不能是受害者，他们必须要在自己人生里面所有事情都负责任。 This notion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victimhood, it takes away their ability to say,
you've lied to me. Right. You manipulated me. I did not know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Lack of informed consent. Sure. To use lawyer language. 也许只有这个例子才能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这个课程那些非黑即白道理的危害性。负责任虽然一些情况下是个美德，但当受害者并不是一个原罪，称自己为受害者也不是丢脸的。有些时候说出我因为你而受害了，并不是为了什么隐藏好处，也许有些时候这只是来自正义的呐喊。如果所有人都必须要所谓的负责任的在所有的不公上检讨自己，而不是加害者的话，那这只会放任加害者继续肆无忌惮的伤害更多人。有时也许需要看看到底是谁在那里大声喊着让你负责任，因为有可能那个喊着让你负责任的人，正是把你踩在脚下的人。